本是一个程序员，因长期熬夜加班猝死，竟意外穿越到这个刚毕业的穷工身上，还获得了神级中医系统。无奈穷的连房租都付不起，只能直播摆摊把卖。小伙子，你现在正处于经期，少吃点冷的东西就行。你是瞎了吗？我他妈是男的。摆摊把卖，10块一次，不准不要钱。这主播看起来才20多岁，他懂个屁的医术！你们这是纯的污蔑，要是不相信我说的，可以亲自过来试试。要是把脉结果不准，我不仅不收钱，还倒贴你们打车费。别在这里抹黑中医了。系统给我的大礼包里面就只有一个把脉，除了把脉之外，对其他的一窍不通。要不然怎样也得搞个网上视频看病，狠狠打他们的脸。这时候一对情侣走了过来。赵宁，那边有个摆摊把卖的，你这几个月不是每个月都肚子疼吗？要不要我们去看看？这种路边摆摊的都是骗人的，就这种级别，要不就是新生出来学经验，要不就是骗子，还想蒙我？去嘛，反正也就一杯奶茶钱，而且他不是说了不准不要钱吗？好，去看看就看看。2位把脉嘛，不准不要钱。卧槽，竟然真的有人敢找主播把脉，这是他找的托吧？老板，既然你的招牌上写了把脉不准不要钱，那我们不说症状应该没关系吧？当然可以，如果我连症状都弄不清楚，不就证明了不准吗？如果我有胡子，那就是妥妥的世外高人。请坐。赵宁在摊子前坐下。这可是第一个找自己把脉的，可得认真。这脉象平稳，虽然有点弱，不过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正在月经期。等等，月经期？我他妈把的不是一个男生的脉吗？怎么会把出来月经期？陆景的笑容僵在脸上，仔细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的赵宁，17、18岁的年纪，脸部线条硬腻，有喉结，怎么看都是个帅小伙，没想到居然会是个小姑娘。小伙子，你现在正处于经期，少吃点冷的东西就行。你是瞎了吗？我他妈是男的。老板，开玩笑也不是这么开的吧？你说你是男的？根据把脉结果，这明明就是个女的，系统给出来的医术，难道还有假的？不然呢？我不是男的还能是女的不成？我们还是走吧，连男女都分不清，对他还好意思写不准不要钱这样的话，这分明就是个骗子。不对啊，根据把脉结果来看，这分明就是个女的。既然把脉结果不可能出错，那就只有一个结果，这是个双性人。恭喜宿主成功诊断一人，抽奖次数+1。我的诊断不可能出错。你最近这1年来，每个月这几天是不是偶尔会肚子疼？你怎么知道？那你还记不记得每次肚子疼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冰的东西，又或者喝了酒？症状确实如他所说，每次肚子疼的时候都是因为这2个原因。这不就是痛经吗？答对了。哎，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你的身体里还有一套女性的生殖器官，这套器官已经发育完全，所以你每个月的这几天才会肚子疼。我那么大个男朋友怎么突然就变成好姐妹了？证据呢？总不可能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让我相信你说的吧？这个简单，你可以去医院做个彩超，200、300就能搞定。我就在熊猫直播，房间号是369，你可以关注我，或者我们加个微信，到时候你去医院检查之后和我说的不一样，那我帮你报销做彩超花的钱。要是我没错，那我也不多要你的，给我的直播间随便打赏个10块钱的礼物就行，怎么样？当了快20年的男生，突然来个人说他是女性，这换谁来都接受不了。对了，如果体内雌性激素过高的话，会导致阳痿等一系列症状。这要是真如他所说，那还得了？我的幸福生活不就完了？今天这检查我做定了，耶稣来了也拦不住，我说的。想到这里，他关注了陆景在熊猫的直播间后，就干脆利落的拉着女朋友走了。说你是双性人你不信，说你会阳痿恨不得立刻冲去医院，真是终于开张了，让我看看这抽奖系统能抽到什么好东西吧，要是能给我来一发金光什么的就更好了。恭喜宿主抽到神级针灸术！卧槽，我运气这么好的吗？1%的几率居然一发入魂，系统领取奖励。话音刚落，就化作一道金光，贴进了陆景的大脑。一瞬间，各种各样神奇的针法在陆景脑海中浮现。这是2项神级医术就这么厉害了？如果我集齐了所有的神级医术，到时候这个世上恐怕就没有我救不活的人了。要是真有人信了找主播救命，那岂不是草菅人命？看着直播间的这些弹幕，陆景脸色一冷。我说过，你们要是不信，那就自己亲自过来试试。我现在就在安城第9大道的天桥下面，而且我只是给出我自己的诊断，你们大可自己去医院检查。要是医院的检查结果跟我给出的诊断不符，你们花了多少钱，我10倍赔偿给你们。如果有人还想要继续造谣我，那就别怪我动用法律手段了。这时候，路边走来了一个正在直播的小网红。在安城的家人们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要来这家店。这家店以次充好蒙骗顾客，用的蔬菜是放了好几天开始腐烂变质的，肉也是开始发臭的。只不过这家店东西用了太多料，那臭味盖过去了，所以顾客才没发现。他也是猫不直播，是个打假主播。感谢这位家人送上的烟花。
主播现在是在第9大街吧？我刚刚在熊猫直播看见一个摆摊把卖抹黑中医的傻13，就在第9大街的天桥下。只要主播去打假那个傻13，我再送一个烟花。陈峰眼睛一亮，正瞅着去哪打假呢，这免费的素材不就来了？这位家人，我一向最痛恨这些打着中医名号抹黑中医的人渣。今天就算你不送礼，我也必须要过去给他一个教训。等我改个直播间名字，到时候家人们都过来看啊。陈峰把直播间的名字改成了直播打假假装中医的人渣，然后就来到陆景的摊位前。陆景正在发呆。系统2次抽奖机会，就抽到了2盒针，其他啥也没有。这黑心系统也不说搞个保底什么的，就这么抽，要什么时候才能抽到金光？就是这个傻13在抹黑中医。封家军前来报道。不是，什么情况？怎么直播间里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难不成是我火了？看着很快就超过了1000在线人数的直播间，陆景一脸茫然。仔细看了弹幕之后，他明白了，这是把我当成软柿子捏了啊！各位家人们，我来打假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冒充中医抹黑中医的人渣骗子。你别在这儿红口白牙的凭空污蔑，你凭什么说我是冒充中医，给中医泼脏水？我看你长得人模人样，桥底下倒是有摆摊丧尬的，哪个正经中医摆摊把卖？我这个人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今天我就代表直播间的家人，揭开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想在哪摆摊看病是我的自由，你污蔑我是骗子，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嘿，我还就喜欢高难度打假。既然你说你不是骗子，那你来给我把脉，我看你说的准不准。要是不准的话，别怪我直接举报你。如果我把脉看出了你的身体状况，你不仅要正大光明的给我公开道歉，还得让你的粉丝也道歉。除此之外，你还得给我直播间里面打赏礼物。行，我这段时间正好，身体确实有点不舒服，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出来。他坐在板凳上，朝着陆景伸出手。我故意说这几天不舒服，给这小子下套，看他怎么说。陆景伸出手，摸在陈峰的脉搏上。这脉象看上去平稳，身体比较健康，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比较重欲。从脉象上来说，此人肾火心火旺盛，绝对是一个对钱财比较看重的贪婪之人。不对，虽然看上去健康，实则暗流涌动。不会吧，这是纵欲而亡的前兆脉象啊！你再把另一只手递给我，我把一把。怎么，是不是没把出来我身体有什么毛病？我当然已经有了判断，不过想要更准确一点的话，需要把一下右手。这小子八成是个骗子，这下我又可以狠赚一笔了。别跟我在这儿拖延时间，耍花招。常言都说男左女右，怎么到你这儿还得给右手把脉？家人们都来看一看，这个人确实是个骗子，大家点一点举报，把他给举报了。陆景心中一沉，也有些着急。我本来想要确定了之后再跟你说，既然你不想要稳妥，那我就直说了。你左肾微微显出衰竭之象，如果再纵欲过度的话，不出半月绝对会马上疯。你特马说什么？老子好得很，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一夜3次。你跟我说我是肾亏，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这个骗子，今天遇到峰哥我，算你倒霉。现在就跟我去警局，我已经有10成把握，这个人是个骗子。如果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那我直播间部是能引来一大波流量。陈峰直播间的流量迅速飙升，短短几分钟内涌入了上万人。谢谢各位家人们的支持，我现在就伸张正义，把这个骗子送进局子里。这人货到临头了，还在这儿嚣张。我是骗子，你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牙龈应该出血了吧？最近是不是感觉自己龙精虎猛，但是半夜却偶尔惊醒？我看你的脉象，可不只是跟一个人有房事，左肾衰竭之象，3小时内你肾必然疼痛难忍。如果不注意，不去看病的话，就算进医院动手术，也只是个嘎。这小子怎么说对了？牙龈出血和半夜惊醒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一阵确实跟好几个女粉丝睡觉了。对，这个人肯定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在咒我？别怪我不客气。我是不是咒你？咱们在这等上3个小时你就知道了。当然，我没时间跟你耗着，倒是可以让你的病相显得更快。陆景说完，手中出现一根金针，他督促金针推针穿破空气，扎到陈峰的百会穴上。陈峰刚想发作，却感觉自己左肾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他咬着牙，半跪倒在地。呵，好疼，救救我！陆景冷笑一声，拔下来陈峰百会穴上的金针。陈峰满脸惊讶，我怎么又不疼了？直播间的水友看到神奇的一幕，根本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陈峰直播间的水友们正在疯狂吐槽，陈峰觉得丢脸得很，但是面子没有命要接啊！就他刚刚那一针，不像是假的，万一说的是真的，我岂不是离他不远了？我错了，陆医生，求求你救我一命吧！只要你能救我，怎么着都行。通过脉象，此人是个睚眦必报的黑心小人。我有2不救，1不救人渣，2不救仇人。你要是想活命的话，还是另请高明吧。陈峰没想到陆景居然还摆起谱来了，心中恨得咬牙切齿。这小子居然不给我面子，以为自己算老几？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你只要能救我，
要多少钱，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都会给你。更何况刚刚我的肾根本就不疼，是因为你给我扎了一下之后我才疼。你要是不给我治病的话，我找派出所的警察同志来，他们绝对会判你故意伤害。你要想去就去，直播间的所有人都能为我作证，我到底是不是故意伤害了你？分明是你来这儿找事，你要是再不走的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分明就是个骗子，谁知道你刚才是不是危言耸听？我是骗子，你刚才还求着我看病。这小子说的要是真的，那我可就见钟馗了。不行，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给我等着。陈峰说完立马就下了播。这小子就算去医院，只要不戒色，总会有隐患。经过刚才的对决，陆景的粉丝和直播间的人气都飙升了。感谢各位粉丝，感谢树上3只猴的火箭。另一边，赵宁和张慧在医院当中看着检查出来的报告单，面面相觑。没想到他活了20来年，居然才发现自己一个大小伙子是女的。短短1天内，他居然和对象成了姐妹。医生，那我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身体当中的2套器官都相对比较完善，这是相当罕见的情形。还好你来的比较及时，你的女性器官刚刚开始起作用，如果再来晚一点看，肯定会激素紊乱。你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要保留哪一套器官，跟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要不要进行手术。男的，我要保留男性的特征。别担心，我陪你一起面对。我真应该好好感谢刚刚给我看病的那个主播，要不是我把脉把出不对劲的话，我没准现在还蒙在鼓里。赵宁十分感慨，命运就是这么变化无常。医生，我回家好好的跟家里面的人商量商量。离开医院之后，赵宁和张慧又到陆景的摊前找陆景。陆景百无聊赖地坐在摊子前。陈峰走了之后，来找他看病的人并不多。他正觉得无聊，就看见刚刚那一对小情侣走过来，二人表情相当复杂。你说的确实是对的，我刚刚去医院检查了，我的身体里面确实是有2套器官。谢谢你给我把脉判断出来了。医生说我要是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可能会造成身体激素紊乱。不用客气，毕竟你们是花钱把脉。不，要不是你看出来我男朋友的身体状况，没准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是应该好好谢谢你。主播，你在哪个平台直播？我关注你一下，给你刷礼物。一直看陆景直播的人，有部分相信的陆景真的有真材实料，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十分怀疑。小年轻走了之后，陆景悠哉悠哉地坐在板凳上，这时候走来一个满脸长痘的小伙子，给我把一下脉，我看看你准不准。张鹏坐在小板凳上伸出手，脉象平稳有力，这小伙子的身体还不错，虽然说有点小毛病，但整体来说精力旺盛。从你的脉象来看，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就这，就算是天桥底下算命的瞎子，估计也能说出这种话。我身体素质当然不错，医生，你只需要说说有什么小毛病就行。你平时饮食重油重盐，因为身体当中的阳气过剩，平日又喜欢晒太阳，油盐和阳气加重了冲突，自然而然在你身体表面形成表征，也就是长痘。我这痘痘花了大几千都没治好，你确定你说的形成原因是真的？你可以再看看医生，如果不戒油盐和晒太阳的话，恐怕就算是吃什么中药也很难调理，只能等精力旺盛的岁数过去，它才会慢慢消失。行吧。他直接给陆景转了账，有些好奇地问道：除了戒油戒盐、晒太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有，可以找个女朋友。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把脉把出来的，精满则溢啊，小伙子。张鹏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还是个处男呢。直播间的水友们忍不住刷弹幕调侃，张鹏实在是太骚了，不敢在这儿待，急匆匆离开了。恭喜宿主成功诊断1人，抽奖次数+1，直接抽奖。恭喜宿主掌握基础医理灵书速问2本医书的内容，有话可以到金光进入陆景。陆景感觉自己进入了一种玄妙的境界，转眼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凭着记忆，陆景回到出租屋，还好摆摊直播有200来块收入，不然穷的叮当响。吃完饭，早早的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陆景吃过早饭之后，接着去桥底下摆摊直播。本来他以为应该没有多少人来，没想到刚刚开播，直播间里面一下进了几百人。慕名观看一下帅气小哥甩针，陆景看着直播间的水友们斗嘴，慢慢等来看病的人。没过多长时间，一个清纯美丽的女生走过来，陆景本来以为这个人是路过，没想到居然是专门来找他的。哇，没想到主播你居然真的这么帅。你要把脉吗？可以啊，我最近确实有点不舒服。赵萌萌一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陆景，她伸出自己的手，让陆景帮忙把脉。直播间的水友们看清楚赵萌萌的脸之后，狂刷弹幕。我最近总感觉腰酸背疼，不仅失眠，而且食欲也不太好，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美女的爱好可真是独特，分明没有男朋友，居然是纵欲过度的肾虚之象。怎么了，陆帅哥，快说呀，有什么问题吗？你这是肾虚。原来是肾虚啊，怪不得。你知道的，我们女孩子经常体虚肾虚，是不是需要吃点什么东西补一补啊？补一补倒是其次，你主要是看片看多了，特别是2、3个人演完的那种。赵萌萌的脸爆红，尴尬至极，这要让她怎么承认自己有这个变态的小爱好？直播间的水友能听到陆景的判断，立马炸开了锅。短短5分钟内，直播间人数翻了一番。赵萌萌眼神躲闪，赶紧摆摆手。我不是看片看多了。你是不是晚上经常做春梦？这就是你白天提不起精神的原因。少看点刺激性的东西，看多了对身体不好。没有。陆景看着他这副神态，也觉得挺逗。作为医生，我是很专业的，不用害臊。我看你腰膝酸软，经期不调，肾虚比较严重。如果你愿意治疗的话，我倒是可以免费给你扎2针。你经期不调应该很严重吧？除了肾虚之外，因为你神思不稳，总想到身体当中的内循环，这些情况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你的经期。经期期间你会产生急剧疼痛、呕吐的状况，短时间内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不调理，对以后的生育功能可能会有影响。赵萌萌听了陆景的话，惊得目瞪口呆。陆景说的几乎每一样都特别准。经期疼痛本来就特别难忍，要是生育功能再出问题，那可就糟了。那你帮我扎几针吧，扎完针之后，我会付给你额外的费用。行，你躺下。陆景站起身，让赵萌萌躺在椅子上。赵萌萌十分害羞。这么多人，我还用脱衣服吗？直播间的水友们一听这话，就像是疯了一样，开始疯狂刷屏。不用露你的肚子，反正是你穿的是裙子，直接在腿上和脚上扎就行。陆景握着赵萌萌的脚，找准穴位，拿着银针就扎下去。赵萌萌感觉一阵酸疼。哎呦，疼！忍着点，疼是因为扎对地方了。她感觉自己的小肚子一阵发热，就连手和脚都热起来。好像真的感觉浑身热起来了，小肚子也没有以往那么坠痛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看着陆景像模像样的扎着针，也相信了大半。粉丝当中还有学中医的，立马就看出来门道。陆景这一手针灸引来不少粉丝送礼。赵萌萌扎完针之后，感觉自己浑身轻松，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陆景。陆医生，我感觉好多了，还用再给我开点药吗？不用开药，你以后少看点岛国大片就行，吃点6味地黄丸补上1个星期就行了。赵萌萌脸色通红，赶紧给陆景转了账。那我就先走了，真丢脸，赶紧跑。陆景笑着摇摇头，这才发现赵萌萌给他多转了钱。转多了。恭喜宿主成功诊断1人，抽奖次数+1。这可是今天第1单，希望我的运气好一点。系统直接抽奖。恭喜宿主获得10年老山参1只。这次运气也还算不错，居然获得了1只老山参，市场价格怎么着也得在1万多块钱。陆景并没有取出老山参，而是先存放在系统中。他想要是每天收入都能这么多，没准还能攒点钱娶老婆。陆景乐呵呵地想着，开始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如果只是单纯说症状的话，有不少病的症状都相似，不当面诊断的话，很有可能会误诊。如果有想要来找我把脉的粉丝，可以到天桥底下来找我。陆景报了自己的地址，正想着是否有粉丝过来把脉，突然一个5大3粗的男人推着一个老太太，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陆景看到来人之后，以为是来把脉的。你们是来把脉的？男人面色凶狠，把老太太的轮椅往旁边一停，往前走了几步，一脚踹翻。看病看个锤子的病，我家老太太在你这儿扎针，让你给扎瘫了，你说怎么办吧？放客气一点，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他妈来碰瓷的吧？直播间的网友们看到这一幕，简直炸开了锅。男人叫李大根，他妈是半年前瘫的，医院要20万手术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只要把陆景名声搞臭，就给他10万。我老娘前一阵还干活自如，你把他扎瘫了，居然还敢在这摆摊。今天你要是不负责的话，我就砸了你这个摊子。老子兄弟可是多得很，你不赔钱让我老娘动手术，就等着吃不了兜着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认识这个老太太，我看你是存心想讹人吧？你还想抵赖？李大根直接出现在直播摄像头前。各位，你们难道就是这个骗子的粉丝吗？都来看一看啊，他真就把我妈给扎瘫了，却根本就不愿意负责。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有些着急，又说不出话，只能呜呜的叫。她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年轻人扎瘫的。你红口白牙的凭空污蔑，我从来没有给这个老太太看过病。老太太心存善念，不愿意看你走错路，你自己倒是罔顾她的意愿，你这也算是孝顺吗？我看这个老太太只是你利用的对象吧。
李大根心中一慌，他也实在是没办法。你想不想治好你妈的瘫痪？直播间刚刚还义愤填膺的网友们看到赵大根有些心虚的表情，也忍不住表示怀疑。陆景没有理会李大根，往前走几步，握住了老太太的手，开始把起了脉。片刻之后，哼，果然这个老太太根本就不是针灸扎瘫的，而是在5、6个月前摔了一跤，摔瘫了。摔瘫了之后倒是贴过几副膏药，但是效果比较缓慢。因为老太太瘫痪之后食欲不佳，又吹着风，所以导致中风面瘫，才成了今天这个情形。你是想治还是不想治？李大根惊讶的张大嘴，脸上凶狠的表情也淡了。这个小年轻怎么说的这么重？不可能，就连医院的专家都不能保证治好，更别提这个小年轻了。你胡说八道，我老娘压根就不是摔的，就是被你给扎瘫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母亲的病情已经算得上是病入膏肓了，3天之内不做手术不治疗，她最多只能再活1个月，你可要想好了再回答。李大根陷入极度犹豫当中，忍不住看向他妈。老太太的2只眼睛里全是泪花，想要说话却只能发出来呜呜的声音。你真的能治好我吗？不骗我，我可以治好老太太的病。不过我这个人生平最恨别人拿我当软柿子欺负。我有2不救，1不救人渣，2不救仇人。你要是想要让我救老太太，就拿出你的诚意来。你先救我吗？等救好了之后任你处置。我救了老太太之后，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指使你过来的。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男人，如果不是有人指使来找事的话，这个男人怎么会讹诈他？另一边，偷偷看陆景直播间的气得直拍桌子。这个李大根简直是太不靠谱了，3句2句居然就让陆景给炸出来了。没错，李大根正是这个打假主播陈峰找过来的。把老太太放桌子上趴下，我要在背上施针。陆景蓄力，一针插在老太太颈椎处。老太太现在全身瘫痪，不是因为骨头的问题，现在依然站不起来，是因为经脉不通。陆景用一针扎在老太太腿上，就这一下，老太太的腿突然动了一下。李大根看到这一幕之后，瞪大了眼睛。直播间的水友们看到这一幕，都以为自己眼花了。陆景又拿出一根金针，你过来按一下你母亲，下一针扎的地方可能会比较痛，按住她。我妈下半身根本就没直觉，怎么可能感觉得到疼？让你按着就按着，哪那么多废话？陆景接下来对着腰椎又是一针，疼。李大根真没想到他瘫了的母亲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还有了直觉。老太太又激动又欣喜，2行热泪疼的落下。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之后，全部沸腾了。他们刚刚可是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老太太腰部加下半身连动都不能动，现在居然能清楚的喊出疼。有不少刚刚进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怀疑和吐槽。行了，撒手吧。医生，太谢谢你了，我感觉我的腿有知觉了。妈，你说的是真的，你的腿有知觉了。老太太点点头。我感觉腿热热的，好像能使上劲儿了。妈，你能说话了，你的腿也有知觉了。医生，你刚刚听见了吗？我妈的腿有知觉了，她是不是还有站起来的可能？虽然知道针灸术厉害，但没想到神级针灸术居然厉害到这种地步。我说了，我能治好老太太。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跟你道歉。陆医生，求求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妈啊！只要你能够治好我妈的腿，让我妈能重新站起来，我就算是给你当牛做马，我也愿意。我给你跪下了。别搞这一套，等救完老太太之后，我再找你算账。陆景说完，把老太太身上的针一一取下。医生，这就完了，我之后是不是还得来扎针？不用扎针了，你现在可以尝试着翻身，站起来。我现在能试着站起来。你可以尝试着动一下自己的腿。我自己能翻身了。老太太慢慢坐起，站在地上。妈，你慢慢的，慢慢的。大根，我真的能站起来了。老娘，我的老娘，你真的能站起来了。老太太，你瘫痪的时间太长，肌肉有些萎缩，尝试着迈开腿走走，试一试。李大根看着自己母亲越走越稳。你的大恩大德，我李大根就算是当牛做马，也一定报答你。你起来吧，我也不用你当牛做马，只需要你把实情讲出来。你之前说你妈是被我扎瘫痪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景坐到板凳上，高高在上的看着李大根。对不起，我不该诬陷你，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妈怕拖累我们，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但是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我实在是拿不出那几十万。后来我找我们村的陈峰借钱，听说他是当主播的，这几年赚了不少钱。他说可以给我几万块钱，但是得让我搞臭你的名声，让你没办法直播。李大根一说出陈峰这个名字，陆景恍然大悟。
你说的那个陈峰是不是一个打假主播？没错，就是他。一开始本来我不同意，但是他说如果我不干的话，就不借给我钱。周围的亲戚朋友我都借遍了，实在是没钱，所以只能听他的。他说你是个骗子，他这是为了伸张正义，让我别有心理负担。所以我……李大根的声音越来越小，低下了头。直播间的水友们都被这神展开给震惊了，纷纷开始吐槽。有不少陆景的粉丝看不惯陈峰的粉丝，直接开始对起来，双方骂战互撕非常激烈。陆景看着直播间乌烟瘴气的氛围，冷笑一声，说我请演员，说我污蔑陈峰，真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欺负是吧？指使别人污蔑我，这可是违法行为。如果我到警局举报的话，那可是一举报一个准。你们所谓的封家军，敢跟我打这个赌吗？大部分陈峰的粉丝听到陆景这么说之后都沉默了，有几个特别跳脚的。陆景对着直播间直接拿出来自己的行医资格证，开什么玩笑？看准了吗？我的行医资格证，你们这几个跳脚的粉丝回去告诉你们主子，等着警察找上门吧。直播间陈峰的粉丝一下子销声匿迹，其他水友们直呼牛啊！直播间的水友们疯狂地刷着礼物。陆景风轻云淡的一笑，陆医生，谢谢你治好我吗？治疗费用多少？我凑钱，可能一开始凑不够，但是你放心，这些钱我绝对会还你。把脉20，刚刚的针灸，你给我5000块钱就行。什么？怎么了？嫌贵？不是，陆医生，太感谢你了，你简直对我们家有再造之恩。扫码给我转账就行。李大根立马给陆景转了账。直播间的水友们听到陆景的报价之后，疯狂刷屏，开始吹陆景的彩虹屁。李大根付完账之后刚想走，陆景叫住了他，等等，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病已经看完了，现在可以说说咱们两个的事情了。李大根看向老太太，老太太叹了口气，大根，听人的，之前的事情就是你的错，人得为自己的错误负责。陆医生，你把我送警局吧，我会老实交代的。谁说我要把你送局子里？我希望你能给我作证，跟警察同志老实交代之前陈峰让你污蔑我的事情。好嘞，陆医生。陈峰看着陆景的直播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哎呦，疼死我了！吃完午饭之后，陆景直接带着李大根和老太太到了警局。陆先生，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警察同志，像陈峰这种人，如果继续直播的话，对社会影响挺大的。我觉得像他这种有恶劣行为的人，平台应该限制他直播。最终警局受理了这个案件，陆景回到了天桥底下继续直播，他又得到了一次系统的抽奖机会。系统，我要抽奖！恭喜苏主席的千金药方！一阵紫色的光芒飞入陆景脑海，短短一瞬间，陆景的脑海当中闪过无数药方。我现在终于可以开药方了，终于不是只会针灸和把脉了。之前被陈峰打假的主播也开始澄清，我是景园自助餐厅的老板，我可以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我们餐厅使用的全部都是新鲜食材，这些食材全部都经过食品安全部门检验，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于无良主播陈峰的污蔑，我现在已经报警。看到网络言论的陈峰气得踢了一下桌子，该死的，都怪那个陆景，这下可好，把我发财的路子全都断了。陈峰正在气愤的时候，却听到一阵敲门声，他不耐烦地去开门。谁呀？你是主播陈峰吗？我们收到举报，你涉及造谣和传播谣言，现在跟我们回一趟派出所调查吧。警察同志，我配合你们调查。另一边，陆景下播后回到出租屋，刚坐下电话就响了。小陆啊，下个季度的房租你什么时候交啊？我可已经宽限了你好几天了，你要是再交不上钱的话，我也没办法，你只能再找别的地方住了。好的，李大爷，我知道了。陆景直接给李大爷转了6000块，3个月的房租。行，小陆，我这边收到你的转账了。哎呦，舅！听到求救，陆景一下子站起身。李大爷，你怎么了？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舅，你现在在家里吗？如果在家，我立马去找你。陆景急冲冲跑进李大爷家中，李大爷躺在地上，陆景蹲下把脉扎针，摸过一会儿，李大爷就缓过来了。我还活着，小陆，是你救的我。李大爷，你本来就有冠心病，得按时吃药啊。冠心病不能多喝酒，你本身又有高血压，喝了酒那可不就是阎王催命。小陆，你先别说我了，先让我起来，我这后脑勺磕得好疼。李老头慢慢起身。哎，平时儿女也不在身边，要不是你在的话，我可能人都没了。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无业小青年呢，没想到你居然还会针灸。对，我是中医专业毕业，刚刚我给你针灸过了，这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李大爷，你要是戒不了酒的话，身体肯定还会出其他问题。
你也知道，我平时一个人没事就喜欢喝2杯，人老了就是容易寂寞。小鹿，要是你平时没事的时候陪我一块吃个饭，喝2杯，我肯定不喝多。行，反正我在这儿也是一个人，平时有时间可以多下楼看看你。哎，好。对了，这次大爷的好好谢谢你，你之前给我转的房租，我给你转回去，之后这房子你白住就行。不用。看不起你大爷是不？我说不收你房租，就是不收你房租了。行吧，我正好会一些中医，要不然我再给你看看身体，这样也省了你天天跑医院花钱。真的可以呀，小鹿。李大爷，你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李老头伸出手，陆景给李老头把起了脉。神部手中，李大爷，怪不得你平时酗酒，你是不是不喝酒的话就睡不着觉？嘿，小鹿，你说的也太准了，我就是半夜睡不着觉，所以才喝几杯。行，我给您扎上几针，保证您能睡个好觉。没过一会儿，陆景就把针扎好了，老头感觉浑身舒服。小鹿，你的医术真是可以呀！我平时总感觉胸闷闷的，有时候喘不过气儿，你给扎完针之后，呼吸都顺畅了。行，我已经扎完针了，李大爷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的话联系我就行。好了。陆景出门之后，系统，我要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正骨术。陆景感觉自己脑海缓缓浮现出无数金色的小人，这些小人浑身的脉络和穴位明显，他们的骨骼肌理全部都印在脑中。此时此刻，安城第一人民医院，高医生，这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院长可是说了，让咱们赶紧拿出治疗方案。高城是安城第一医院的中医专家，重要病人都会找高城来看病。高主任，我可是听说这个病人是市长的亲戚，病人现在年纪大了，身上又有不少基础病，像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动手术，只能慢慢静养。但是他的病情发展又太快了，保守治疗的话，恐怕这就是癌症。病人身体这样子肯定不能化疗，也不能动手术切除，你让我再想想怎么办。行，高主任，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还是早点下班吧。我再待一会儿就走，你先回去吧。行。年轻大夫走了之后，打开手机视频软件，正刷着视频，高城突然被一个标题吸引了注意。医学奇迹，7旬瘫痪老太居然被神医针灸给治好了，有意思。这到底是哪个中医大师门下的弟子？看这扎针的手法，恐怕只有从小时候开始练上几十年才有这种手法。高城继续往下看，这老太太的瘫痪居然真的给扎好了，要是换做我都没把握啊。我可以确认，陆景的医术水平确实比我高上不少，真是后生可畏啊！明天蹲陆景的直播间。第二天一大早，陆景继续坐在天桥底下摆摊。他刚刚打开直播，因为时间比较早，所以直播间里面进来的人并不算多。因为一大早上并没有多少人过来把脉，所以陆景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直播间里面的评论。10年老中医正是高城。可以，谢谢10年老中医的礼物，你可以把患者的病症发给我，咱们2个私聊。病人的岁数比较大，而且身体有基础病，不适合做手术切除肿瘤，只能够进行比较保守的治疗。肿瘤部位在胃部，不仅肿胀不适，而且隐隐发痛。病人目前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并且有呕血和黑便的症状，舌苔薄腻，而且质地是暗紫色。之前我判断是气郁痰瘀体质导致的癌症，但是病人又有其他表现。病人血色暗红，而且舌头上还有一些暗红和黑色的斑点，这样直接呈现出2种病症，既有气郁痰瘀之象，又有淤毒内堵之象。如果单是一种情况，倒还可以着手治疗，但是2种情况碰到一起，我实在是有些头疼，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先做基础治疗，病人状况不佳，可先用老参吊命。不过就算是有猛药吊命，最多也只能缓3个月。我给你一份药方，你按照这个药方抓药，先让病人吃上1周的时间，1周左右，病人的病情应该会有好转。这种时候，病人身体能够支撑大型手术，可以微创取出病灶。陆景将详细的治疗过程给高城发了过去。这个药方给的简直太神了，不仅能够兼顾患者2个病症，而且还顾及到患者的身体素质不行，能够为患者的身体素质增添更多的生机。高城心情大好，为表达感谢，直接给陆景刷了好几个礼物。谢谢老中医送的烟花，
随后陆景坐在那儿上闭目养神，等到10点都没有一个人来把脉，突然有个40-50岁的男人，明明已经走过他的摊儿了，又扭头回来看他。小年轻，你这把脉准不准？瞧您说的，我就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能把得不准？赵文亮憨憨一笑，然后坐在凳子上。你多大了？怎么在这摆摊？20多岁，你把手伸出来。20多岁，你怎么不找个正经活去干，非要在这摆摊？人年轻，搬砖一天也能200-300，比坐这儿强。我看你这儿一直都没什么人。大叔，术业有专攻，我本来就是学这个的，要是去搬砖的话，肯定没有你专业。陆景说完，开始给赵文亮把脉。过了一会儿后，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头发晕，而且无缘无故的感觉头疼？确实是，不过也不太频繁，问题不大。如果问题不大的话，你来看什么病？我是想问问你，我这口臭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肠胃不好？平时跟工友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他们都老嫌弃我了，回了家就连我媳妇儿都不愿听我，说我嘴巴臭。你靠近一点，张开嘴，我看一下舌苔。陆景还没靠近，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直接把他熏得差点一个屁股墩摔过去。是有点臭啊，但是我自己感觉不到，刚刚熏到你，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没事，不用在意。不过我得说，你这个口臭并不是寻常的症状，它应该是由于口腔中的异物引起的味道。口腔里的异物？你是说我嘴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肯定不可能啊，我除了饭什么都没吃。不是这个意思。陆景刚刚通过臭味判断臭味分明夹杂着金属的腥气。你是不是多年之前受过伤，而且还是被刀具一类的金属伤过？没有啊，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你一定受过伤，再好好想一想。陆景站起身，按照自己的猜想看向赵文亮的脸颊。你看我干什么？我要是真受过刀伤，我还能不记得？陆景伸出手在赵文亮的下颌骨扒拉了一下，果然看到一个疤痕。如果你之前没有受过伤的话，那这个疤痕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什么疤痕？哪有疤？你看这个疤痕，应该是捅进去的刀才能够留下的疤痕。赵文亮突然瞪大了眼睛。我身上怎么会有疤？这个恐怕还得问你自己。我好像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了。10多年以前，我遭遇过一次抢劫，这个疤可能就是当时抢劫的时候留下来的。估计这个疤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留的，可能是小伙子们砍的吧。您问我有没有被刀砍过干什么？莫非我的口臭还跟这个有关系？不仅口臭跟这个有关系，而且你时常头晕头疼也跟这个有关系。这咋可能？这都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就算是当时我确实受了伤，也应该已经好了。再说了，我头疼也就这1-2年的事情，怎么可能跟10多年前的伤有关系？如果单单是只有伤口的话，确实不会引起口臭。但是你的问题是，当时那把刀扎到你的脑子里了，根本就没取出来。不仅没有取出来，而且刀的位置特别巧，没有伤到任何你的脑组织，反而插在了缝隙当中。这怎么可能？我脑子里面如果插了一把刀的话，我能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毕竟之前我问你有没有受过刀伤，你都不记得了。你的口臭就是由于这把刀引起的。你仔细想想，你这么多年的口臭，是不是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1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出现的？赵文亮开始仔细的回想自己的口臭，好像确实是。那就没错了，这把刀一直在你的脑子里，但是会不断的生锈，因为都插入的地方就在你的口腔上，所以铁锈腐烂的味道会弥漫到你的口腔。这股味道混杂着你口腔原有的味道，就会形成恶臭。此外，你现在偶尔头晕头疼，也跟这把刀有关系。陆景的眼睛盯着刀把所位置，脑海当中大概已经推测出这把刀在大脑的什么位置。随着年月积累，这把刀的位置逐渐发生偏移，有压迫脑内血管的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头晕头疼。那我这可怎么办啊？脑子里面的刀是不是得取出来？是不是得动胎颅手术？这把刀确实的取出来，但是如果做手术的话，并不是一件简单事，甚至可以说难度很大。我这就立马去医院看看。如果你信任我的话，这把刀我可以给你取出来。你能给我取出来？小伙子，你不是骗我的吧？你脑子里面有刀的事情都是我给你诊断出来的。大叔，你还不相信我的医术？要是你给我取出来的话，收多少钱？不多，2000块钱就行，或者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反正医院就在前面。我还是想先去医院做个检查。没问题，刚刚把脉的钱，你直接2维码扫给我就行。周文亮扫完码之后，匆匆离开了。把脉我可以吧？牛不喝水，莫非我还得强按着头？不过他心里有预感，刚刚走的那个人很有可能还会再回来。不过陆景华从来都不说满，所以也没跟直播间的水友们下这个保证。
赵文良匆匆到医院挂了号，并且拍了脑部 cord。看脑部 cord 的医生满脸吃惊地问赵文亮：“这把刀已经在你的脑部待了10多年，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没有异样的话，怎么突然间想起来要拍片子？”医生，我这种情况如果要动手术的话，是不是得开颅取出刀？你这个情况很难告，不仅需要开颅，而且需要多个专家开会，才能确定具体手术方案。我看你还是做好准备吧。这种情况开颅手术失败概率很高，而且手术费也会很高，至少20万。你可以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赵文亮一脸呆滞地拿着片子走出医院，急冲冲地找到陆景。小大夫，我做了脑部 cord， 确实的开颅手术，你说你能帮我取出来刀，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求求你帮我把刀取出来。行，那我就给你取出来刀，然后再吃饭。小大夫，你不会要在这儿割开我的脖子吧？要是割开我的脖子的话，应该会打麻药吧？大叔，你别紧张，你先坐在这儿，我又没说一定要开刀才能取出这把刀。小大夫，你可别蒙我，这不得做手术吗？放心交给我，不用紧张，这可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如果真能徒手取出这个病人脑子里面的刀，这件事我能吹一辈子牛皮。直播间的观看人数暴涨，一下子涌进来不少观众。小大夫，这什么时候开始取刀啊？你等等，先让我观察一下你的头位。陆景推算出刀所在的位置，陆景下手十分谨慎，他抬起双手扶住了赵文亮的头，摸准刀所在的位置之后，陆景快狠狠地下手，只听咔吧一声，李文亮的头扭曲了。陆景现在用的手法正是神级正骨术，李文亮感觉自己脖子好像扭了一下。小大夫，我咋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直播间的水友们已经疯了。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刀马上就要出来了。陆景揉着李文亮的头，下颌骨裂开的缝越来越大，陆景已经隐隐能够摸到刀片了。摸到刀片之后，陆景用了一股巧劲，刀片直接从赵文亮的脑子中出来，露出来半边真面目。直播间的水友们看到这令人害怕的一幕都已经麻了。李文亮感觉一阵疼痛，他能够感受到有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脑子当中抽离，头好像一下子变轻了。陆景将刀片迅速的抽出，扔在地面上。陆景双手放在李文亮的头上，只听见咔嚓一声，下颌骨居然又合上了，随后把那个小栓子狠狠地缝合了一下。小大夫，好了吗？好了，不过你最好去医院打个破伤风疫苗，毕竟好歹也算是开颅手术。陆景直播间的人数猛涨，观看人数一度达到5万。赵文亮站起来，看到地下那把长长的刀之后，心中还一阵后怕。这是从我脑子里面取出来的刀。没错，这把刀你要不要带回去留个纪念？毕竟也算是陪伴你多年的老伙伴了。不了，小大夫，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绝对是神医在世。作为医生就应该救死扶伤，你不用太客气，把治疗费转给我就行，记得去打破伤风。赵文亮直接给陆景转过去了5000块。怎么还多赚了这么多钱？应该的，要不是小大夫你帮我，估计我得花几10万做开颅手术。陆医生一起吃个饭，我请客，好好谢谢你。不了，我吃完饭之后，下午还得继续直播，你也不用耗着，还是赶紧去医院打针。赵文亮用力的点点头，离开了。恭喜宿主获得抽奖机会1次。系统，我要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神级缝合术。灯光被进入陆景的脑海，陆景眼中一亮，好家伙，居然来了个神级缝合术。此时此刻，安城第1人民医院，一群年轻大夫围在高成面前，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高主任，这个药方我感觉应该可以，看上去挺对症的。药方问题不大，但是真的要用这个方案吗？如果最后还是要做手术的话，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就怕病人的身体撑不住啊。这个病人的情况特殊，万一砸到咱们手里，一个弄不好，可是要挨处分的。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就算是用中药续命，好歹也能拖一段时间。万一动手术，病人死在手术台上，那就麻烦了。年轻大夫们谁也不想担这个责任。如果不动手术的话，就没有康复的可能。先给病人吃着这个药，等1个星期之后看病人情况。如果病人情况不错，立马安排手术。出了什么事，我来负责。陆景吃过午饭，正在椅子上打着盹。直播间的水友们纷纷调侃。陆景并没有睡着，本来是在闭目养神，但是今天的阳光实在是太好了，晒着晒着就让人觉得有点困。小伙子，你生意到底干不干了？你是要把脉？不知道你这儿把脉准不准？这不准不要钱。陈春花看上去50来岁，她慢吞吞地坐在凳子上，朝着陆景伸出了手。行，那你就帮我把脉吧。陆景伸出手帮陈春花把脉。
这脉象好像有点奇怪啊，明明是已经绝经了的脉象，结果隐隐有喜闷的征兆。这莫非是老树又开花？不应该吧？陈春花看陆景表情有些古怪。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怎么是这副表情？没什么。看这个样子，这个年轻人的水平不行啊。我平时倒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一直难减下肥。之前觉得太胖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想减肥，结果腿和胳膊是瘦了，肚子一点也减不下去。你给我出主意，听说你们中医特别擅长调理身体，像我这种减不下肥的人，是不是身体哪有问题？需不需要喝中药调理？你平时肚子会不会隐隐作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肚子很疼。是啊，因为我有点便秘，解不出大手来，可不是肚子疼吗？你这不是因为便秘才肚子疼，你这是怀孕了，所以肚子才会痛。你这是什么庸医啊？我怎么可能怀孕？你不会把脉就别瞎把脉，说出去让别人笑掉大牙。我陈春华都50多了，早就绝经了，怎么可能怀孕？陆景的话就像是一道惊雷，直播间的水友们全都炸锅了。陈春花越骂越激动。你是个小年轻，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要是搁上早几年，我非得骂的你不敢再摆摊唬人。你先安静一点，听我说，我绝对没有骗你，我发誓，我要是骗了你的话，不仅不收你的钱，还倒贴你钱。小伙子，要不是看着你长得帅，我是真不想跟你说话。你说你这么大一个小伙子，拿我这么一个老娘们开玩笑合适吗？不开玩笑，你的脉象确实是怀孕之象，但是你46岁绝了经，我说的没错吧？确实是，我已经绝经10来年了，所以你说我怀孕，那不是笑话吗？我说你怀孕，并不是现在，而是你在26岁那年怀的孕，孩子出了意外，终止妊娠，但是这个孩子在你腹中搭了之后，并没有流产。难道那次真的怀上了，后面没有症状，以为是自己体质改变吃胖了肚子，没想到当时肚子里面是真的有孩子。你是说我肚子里面现在还有孩子？这孩子还活着吗？当然是死胎。如果是死了的话，那怎么一直没有排出来？我看我们村那些怀孕的女人，如果孩子掉了的话，应该会大出血才对。你的情况跟他们的情况不太一样，正常情况下确实会排出体外，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流产。这个胎儿已经石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绝经了，还是喜脉。那我是不是得做手术取出来啊？要是不取出来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能取出来最好，毕竟如果时间再长一点，可能会挤压器官，到时候可能会出现其他更严重的情况。那要是取出来这个胎儿之后，我肚子是不是就变小？是不是体重也能减下来？不愧是女人，不管是18还是50岁，都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如果取出之后，你的肚子会减小，但是相比正常人来说，可能还会略微有点大。我给你开个方子，取出来后按这个方子抓药，保证肚子变小。小伙子，谢谢你啊！我现在就把钱给你转过去，我先去医院检查检查。要是你说的是真的，这个药方要有用的话，阿姨，下次给你介绍客户。好，那咱们就说定了。张春花转过钱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医院检查。我要做 B 超，我肚子里面有个死了20多年的孩子。这位病人，你挂错科了，你上2楼右转，有一个精神科，让那个屋子里面的医生帮你看一看。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以为我是精神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精神病，我就是想检查一下。我看了中医，中医说我肚子里有个孩子，实话了，我来你们医院就是想做个检查，然后把这个孩子取出来。这，你说你看了中医，中医跟你说的，你在哪儿看的中医？是咱们中医院吗？不是，天桥底下有个小年轻摆摊把脉，我在他那儿看的。我觉得你应该是被人骗了，要不然你说说你到底哪不舒服，我给你诊断诊断。你怎么就确定我被骗了？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难道连真假都辨别不出来吗？也不用你给我看了，就这样吧，你直接开个条，让我做个检查不就知道了。行，既然你想检查，那就做个 B 超吧。东边检查是做检查，正规医院医生的话不信，反而信什么江湖术徒。张春花做完 B 超之后，拿到了 B 超单子，直接去问诊室找医生。医生看到手里面的 B 超单子，露出来震惊的表情。这肚子里面居然真的有个胎儿，而且这个胎儿还是死胎，被一层厚厚的硬质包裹着。阿姨，你这个情况简直太罕见了，这完全可以成为进入教科书的病例啊！我估计就算是在国内，应该也是第一例。阿姨，你真是中医把脉把出来的？可不，给我把脉的那小伙子比你们年纪还轻呢。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得动手术取出来？您现在就可以办理住院，我们讨论过后，立马给你安排手术。安城第一人民医院，高主任，有什么好事啊？这么高兴？
高主任，就咱们科室接收的那个病人，吃了您开的几副药，他的身体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好转。之前不是只能我卧床，结果今天居然能下地走路了，身体检测的各项指标也恢复了正常，人也有胃口了。你这药方也太神了吧，简直是立竿见影。你说真的，病人不仅能下床走路了，而且能吃饭了？可不是，我看照这样下去，那绝对能够进手术室做手术。高主任，你简直太厉害了。我这算什么厉害？这个药方是有高人指点。什么高人？是个高人，我关注了他的账号，你也可以看一看。什么账号？什么账号？你手机直接在熊猫直播平台搜中医把脉，那个叫陆锦的主播。高主任，你要是不愿意说高人的话也没事，我又不会怨你什么，你直接给我介绍这种主播，这就有点太没意思了吧。我可没骗你，这个确实是位高人。高主任，我先去查房了。第二天，陆景睡过了头，半上午了，打算去理发店理个发再开播。看见粉丝的私信，陆景打开直播间，刚进直播间，就有一群粉丝涌了进来。不是今天要休息，而是我睡过头了。反正我已经睡了半个上午，所以打算去理头发。我看各位粉丝们一直催着我开播，所以开直播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下午会正常开播。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下播了。理发有什么好看的？不过粉丝们的要求如果不过分的话，我一向都会满足。既然你们想看我理发，那我就一直开着直播吧。很快，陆景就到了理发店。帅哥，你是剪头发还是烫染发？来，先坐下。我想剪个头发，单纯剪短一点就行。我们这里有88一位剪发，还有138一位剪发。我在网上查了你们店，你们店不是说有38一位剪发吗？莫非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最低88。我以为是38一位，既然是88一位的话，那我就不剪了。88一位剪头发都嫌贵，那就别来啊！进都进来我们店了，还享受了我们的服务，你不剪个头发，说不过去吧？帅哥，来都来了，就剪个头发吧。你们在网上放出的信息跟店里面的信息完全不符，这是欺诈顾客。什么欺诈顾客？我们这可是明明白白的，在上面写着是38元起，单纯的洗头是38元，你剪个头发最便宜可不就得88？我不在你们这儿理发，难道你们还能扣着我不让我走？对了，忘了告诉你们，我可是在直播，要是你们不放人的话，可有很多人明明白白的给我作证。哎，帅哥，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主要你都来店里了，而且我们两个确实帮你推开椅子了，这也算是享受了我们的服务。是呀，之前我们确实有38的理发，但是现在店里的房租实在太贵了，所以只能涨到88。既然你不想消费的话，我们店里是不会强迫消费的。既然说清楚了，那我就不理发了。哎，吵呢，吵！我在里屋都听见你们吵了。刚刚这个客人说要理发，结果又不理了。他说38一位的理发突然间变成了88，说咱们店是欺骗消费者。老板不耐烦地瞟了一眼陆景。哟，你不是那个摆摊把脉直播的主播吗？我是你的粉丝，还给你刷过礼物呢。你好，我是理发店的老板陈志文。陆景，都立在这儿干嘛？该干嘛去，我亲自给主播剪头发。不用了。别啊，你都来了，我不得好好招待你。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陈志文像是故意讨好，没过一会儿就剪好了。剪的确实不错，理发多少钱？我转给你。别说了，这次理发不收钱。陆医生，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吗？你能不能上理间给我看看？行。这个病可能涉及到我的一些隐私，能不能先关了直播再给我看病？陆景关了直播之后就来到理间。我有媳妇儿，不敢去医院看。医生，我这是不是得了什么脏病？伸出手来，我给你把脉。陆景将手放在陈志文的手腕上，开始把起了脉。这确实不是脏病。你跟男人上过床，你口味也太重了吧？你怎么知道？你这是阳气入体啊！按道理说，如果只跟女人，不会有这样的脉象。明明都有媳妇了，还出去跟男人乱搞，这他妈都什么人啊？陆医生，你怎么不说话呀？我这不会，真的是脏病吧？不是，身上红疮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季节性的。你最近是不是喝酒多，吃海鲜多？确实是吃海鲜吃得多，不是脏病就行。不过，虽然你没有脏病，但是你的痔疮有点严重啊。那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还得继续擦药？只擦药没有用，而且你这明显还有肾亏的症状，所以跟你老泡菜。陆医生，你简直是太神了！哪里，我现在就给你开个药方，到时候你按照药方抓药吃，大概喝上10天左右，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写好药方之后，陈志文带着一张笑脸送陆景出门。陆医生，我会持续关注你，还给你刷礼物。不用给我刷太多礼物，平时少干点欺骗消费者的事情就行。
安城第一人民医院，高成走到特护病房。哎，老爷子，你怎么要下床？我在床上坐不住，吃了这几天的药之后，感觉身体好多了。我的身体是不是好转了？陆景给的药方简直太绝了。对，您身体确实好了不少。今天下午体检过后，如果所有的指标都达标的话，明天就能给您安排手术。行，听了你这个好消息，我还能再多吃半碗饭。当天下午，高成所在的肿瘤科会议决定了老爷子手术的事。次日手术非常成功，仅3天，老爷子精神状态变得非常好。院长秦显明很快就接到了市长的电话，听说我们家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实在是太感谢秦院长和贵院了。这次咱们医院可是狠狠地长了一波脸，甚至让市长欠下了一个人情。这次肯定得好好的表彰一下出了力的高主任。表彰大会上，秦院长对高主任提出的治疗方案和承担责任的事一顿夸奖，让大家学习他的精神。高成对药方的事不想隐瞒，很快就轮到高主任发言。院长能够得到医院的表彰，我非常荣幸。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次方案并不是我提出的，而是有人指点。高人是不是咋医院的？不是，是个自由职业者。表彰大会结束之后，秦显明单独留下了高成。高主任，你说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给的你治疗方案，他目前在哪？我是看到网上的视频认识的，他是个主播，倒是有行医资格证，目前在天桥底下摆摊把脉。摆摊把脉？你确定是个20来岁年轻的主播？秦院长，虽然这个主播年轻，但是我看了他之前的治疗视频，手法相当娴熟，就连我也看不出毛病，是真本事。行，那就好。咱医院外科医生倒是不少，但是中医并没有几个。如果能够将他拉到咱们医院就好了。要不我去天桥底下找这个主播说说。用不着你，我亲自去看一看。而陆景这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注意晚上别熬夜就行。下一位，秦显明来到陆景摊位前，看你像个无寡人，有没有素质啊？要把脉后面排队去。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排一下队，我会加快点速度。陆景把脉的速度相当快，很快就轮到秦显明。小伙子，你是正经学过中医吗？如果学过，怎么没在诊所里面当医生，而是在这摆摊？我大学的时候学的中医专业，不过中医这个行当大部分都比较讲究传承，年轻的中医学生也不好就业，所以我就灵活就业嘛。原来是这样，你身体倒没什么基础病，平时控制饮食和作息也挺合理的。不过你从事的行业是不是常年需要站立，不管是腰椎还是颈椎劳损状况都比较严重，有治疗但都没好全。此外，你膝盖20来年前摔过吧？晴天没多大问题，一到雨天就容易膝盖疼。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两下子，你说的确实很准。我的腿和腰都是老毛病了，这种病一时半会也治不好，也只能熬着了。谁说治不好的？小伙子，你没开玩笑吧？腰间盘突出能根治？如果是其他人的话，可能不敢给你下保证，但是我可以。那要不你给我治一治试试？行，放心，治不好的话，我不收你钱。你趴到桌子上，很快就好。这，快点吧，后面人还等着看病。就是，你治不治啊？不治就赶紧走。我们可都在这等着呢。秦显明一咬牙，直接躺了上去。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治？是针灸还是热敷和贴膏药？哟，大叔你还挺懂的嘛。不过这几样我都不选。腰间盘突出是有一块骨头凸出来了，那当然的正骨。你说正骨，这不对吧？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咔嚓一声。我下半身没知觉了，不会是腰椎出问题了吧？不用着急，这是正常状况，大概缓个3分钟就好了。正好这段时间我帮你治一治膝盖。你等下。陆景通个小针刀，针灸一顿操作，不过一会儿，你现在觉得腰椎怎么样了？动一动。好像真的不疼了。现在相信我了吧？你扎了膝盖之后，我感觉我膝盖真舒坦，浑身舒坦啊！嘿嘿，这就叫专业。真没想到这么多年的老毛病给治好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这么好过。小伙子，太谢谢你了。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其实我是安城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我诚挚邀请你来我们医院工作。他本来想一口答应，但是又有些犹豫。虽然当医生不错，我这直播间好不容易做起来了。你可以先考虑考虑，不着急。你可以先给后面的这些人看病。你治好了我的老毛病，需要多少医药费？本来就不是什么大毛病，给我200块就行。200，真亲民啊！留个电话，想好打给我。两个人很快互换了联系方式。终于把完卖了，系统把抽奖次数全部抽奖。恭喜宿主获得速效救心丸1，恭喜宿主获得跌打损伤草药1，恭喜宿主获得乌鸡白凤丸2。这坑爹系统
怎么全是草药？药王就不能来点有用的？随后，陆景呆呆地想着去不去医院的事情。如果想给更多人治病的话，恐怕还是得去正规医院。想到这里，秦院长，我接受你的邀请，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好，我立马安排这个事。等安排好了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挂了电话之后，秦显明立刻召开了高层会议。上次给市长亲戚开药方和治疗方案的人找到了，经过我亲自测试，非常有实力。咱们院缺青年人才，我觉得他可以来我们中医科室。大家看了院长给他底下一片哗然，全是反对意见，特别是副院长刘书成情绪相当激动。我确定陆景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果不把他招到咱们医院的话，是咱们医院的损失。院长，我坚决反对。医院有规章制度，虽有破格录取，但也得特别优秀。这个年轻人，我看不出他哪里优秀。要是坐诊出了问题，医院负不起责任的。院长，如果担心出现医疗事故的话，可以请郑老看着他，这样也能够避免一些突发事件。高主任说的在理，咱们医院总要培养年轻的人才，我觉得可以试一试。郑老虽然是我院资历深厚的老中医，但是他不常在院，陆景开错药方怎么办？那可以只让他坐诊把脉，先不参与治疗。好了，就这么定下来了。散会之后，秦显明立刻给陆景打去电话。小陆，你什么时候能够到岗？我已经给你争取了正规医生的待遇，只需要坐诊把脉就行。院长，我随时都能到岗。分配部门的话是中医部门吗？没错，等你到岗了直接联系我就行，我找人带你办工作证。另外，会有我们医院的郑医生先带着你，你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问他就行。这是不够信任我啊，还找个老师，这样也好，方便熟悉医院流程。好的，秦院长，我还有件事情想征求您的同意。你知道我一直在搞直播，并且有不少粉丝，我不太想放弃这个事业，不知道我做诊断时能不能直播？小陆啊，这个医院倒是没明令禁止，如果直播的话，是否影响工作和泄露患者隐私啊？院长您放心，如果我要直播，绝不影响到工作，而且也不会泄露病人的隐私。行，既然这样，那你就继续直播吧。好，那就多谢院长了。第二天一早，院长办公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中医科室的郑卫民，郑医生。郑医生好。郑医生是咱们中医科室的专家，让他带着你，我放心。你只需要坐诊就行，至于开药方一类的，先交给郑医生就行。这是什么意思？不信任我，那招我来医院干嘛？小陆，你不要多想，让郑医生看着你，并不是不信任你，而是老带新的流程。好的，我明白了，那就请郑医生多多指教了。不过一个小年轻，没开始做人就想开药方，盲目自信，走都没学会就想好，太浮躁了这人。好，既然你们两个已经相互认识了，那你先去报到，到时候跟郑医生一个办公室就行。郑前辈，请问我到哪儿去报到？是不是还得领工作服和工作证？去4楼就行，那是行政部。你录入身份证，办好工作证之后，直接到门诊部3楼，中医科部 B 区302。好，我知道了。我先走了，你早点办好手续，别迟到。陆景很快去办完了相关手续和工作服，到了医生办公室。你的座位就在那边，你可以收拾一下办公桌，到时候方便存放各类档案。谢谢郑医生，我知道了。陆景坐下后，打开了直播。他们看到陆景身上穿着白大褂，身后的背景变了，都相当好奇。感谢各位粉丝一大早就来直播间看我直播，我正式上岗了，就在安城第一人民医院。科室嘛，当然是中医科室了。大家要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可以来找我看病。正式上班第一天什么感觉？有点新奇，有点期待。马上就要到上班时间了，你这是在干什么？郑医生，院长没跟你说吗？我已经征求了他的同意，上班期间可以开着直播。你说这是院长同意的，简直是胡闹。你要是觉得有意见的话，可以跟院长确认一下。你这样难道不会影响看病吗？我确保不会。播就播，但要端正态度，出了问题自己负责。放心，我自己能负责。外面的仪器开始报号，很快60岁大爷走了进来，见2个医生，他直接走到郑卫民面前，坐在板凳上。医生，俺最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你给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信息在他那边，让陆医生给你看病。我都挂了号了，不能找你来看吗？我说了，你的信息在他那边，我录入不了，先让他给你看，要是不放心，再找我看。你给俺看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陆景也不生气，让老大爷伸出手给老大爷把脉。卧槽，这大爷可真是老当益壮啊，怪不得会肾虚，而且前列腺还有问题，这玩的也太花了点。最近是不是食欲不佳，晚上也睡不好？
是这么回事儿，都是老人病。还有，最近俺的牛也有点不舒服，老伴都不高兴了。你的牛，大爷，你的牛不舒服的话，得去找兽医。不是这个，就是牛尿，俺的爸儿。郑为民忍不住笑出了声，陆景这才反应过来，这大爷说的牛指的是啥？我正要说这件事，大爷，你晚上睡不着觉，尿频尿急，就是因为那是有点太频繁了。还有，不要在身体里面塞东西，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前列腺炎。你说啥？房事不要过度，像您这个岁数不能跟年轻小伙比，就算是年轻大小伙子也经不住这么造啊。我给你开点补肾的药，平时注意修身养性。你这个小年轻说的啥嘛？俺怎么可能肾虚？你这是胡说八道！俺63了，腿不疼眼不花，根本就不可能是肾虚。小年轻看病就是不行。这位患者，如果你想缓解症状的话，就得听医生的话。你可以说我年轻，但是不能怀疑我把脉的技术。你晚上睡不好，老塞东西，房事频繁，所以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补肾。还有，行了，你不用说了，俺要让这位医生给我看。他直接坐到郑为民那边。大夫，你给俺看一看，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行，既然你不相信他，那我给你把下一脉，塞东西能把脉把出来。哼，正好让这个小年轻也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高端操作。他给老大爷把起了脉，3分钟过后，和你的症状确实像他说的一样。这样吧，我给你开张药方，你去拿药。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是不是确实从身体里面塞东西了？这是俺老婆子给俺塞的，不是偏方吗？俺前一段时间的肠胃确实有点不舒服，老婆子听别人说塞上几瓣蒜就能够治好。你直接到药房拿药就行。老大爷直接离开了。不管是直播间的粉丝，还是你们的家人，大家都注意，不要迷信偏方。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不要自己瞎治，第一时间来医院。这小子不错。随后进来一位小女生，她直接坐到陆景面前。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生理期有些不太规律，所以想要调理一下身体。伸手。陆景给小姑娘把起了脉。你经期有点长啊，而且还有些贫血。上一次经期是不是持续了15天？这种情况很危险，极有可能引起血崩。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同宿舍的同学他们最多也就7天。你经期将近，喝药调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身体调理好。如果是这样，下一次经期时间很有可能还会比较长，这样情况就比较危险。我经期确实快到了，要调理好身体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至少得喝上1个疗程，不然这样吧，我给你针灸，针灸之后保证经期出血量比较少，不会太危险。说好的你只能诊脉，你针灸行吗？别给扎坏了。要不郑医生你来扎针，干脆把脉也是你把，我正好乐得清闲。没事儿没事儿，你扎吧，我在旁边看着你下针。随后陆景一顿施针，郑为民怕出事，也站在旁边看着。你这穴位找得挺准的，针法也不错，是在学校学的吗？学校教了一部分，我自学了一部分。你这一针刚刚把脉，脉象有点忧思过度，肝气不舒，看上不会影响到经期，但是对经血畅通有一定影响。你家里有从事中医的人吗？我看你还挺有天分的。没有。针灸完后，我感觉好多了，谢谢医生哥哥。不客气，平时不要吃冷凉的东西。你可以让郑医生再给你把脉，然后让他写药方。你过来，我给你开药方。这种情况，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开什么方子？如果是我的话，会从脾虚、肾虚、血热方面入手。你去药房拿药吧。随后小姑娘离开了。这小伙子的医术不简单呐，可能真是我小看他了。很快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各位水友，谢谢大家一直在我的直播间，我先关了直播，去吃饭了。陆景看郑老头站那儿没走。郑医生，你不走吗？我这不是等你一块去食堂吗？你刚来咱们医院，应该还不太适应，我可以带着你去食堂一块打饭。行，那咱们一起去食堂。你办了饭卡没有？还没来得及办。先用我的吧，下午记得去办卡，毕竟咱们食堂每个月都有食补。那就谢谢郑医生了，到时候我转账给你。不用，这一顿饭当我请你的。他和郑为民正吃饭。哎，陆景，我没看错吧？真的是你？你秦秋水，你也来医院实习？这不是咱大学系花吗？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不是，我不算是实习，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你们介意我坐旁边吗？没事，有空位就坐下。毕业之后，我一直都在天桥底下把脉来着，后来偶然被秦院长知道，所以才邀请我来医院。你这也太厉害了，居然已经正式入职了。我现在也只不过是在医院实习，还得熬过实习期呢。哪里，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罢了。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再说了，你要不是有实力的话，院长就算是看见你，也不一定会把你招到医院啊。两个人交谈的愉快，旁边来了一个人。哎，秋水，
你怎么坐到那儿了？不是跟你说了，咱们2个中午一起吃饭吗？我刚刚打饭，你怎么不等我？王成秋已婚，喜欢在医院撩妹，特别是漂亮的妹。秦秋水一来就盯上了。王医生，我遇到我们大学同学了，这不是找他来叙叙旧？王成秋眼看了一眼陆景，还长得挺帅，这种实习生毛头小子，就算长得比他帅又怎么样？男人还是得看能力。你也是实习生？不是，我是新入职的中医科室的医生陆景。原来是你啊！你是跟秦院长有什么连带关系吗？我听说你之前是在天桥底下摆摊把脉，之前怎么没有进医院？你没有进医院是不想进吗？之前还真不知道你这么八卦。你的意思是秦院长是那种徇私的人？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哼！说起连带关系，我倒是没有，不过看病的技术确实还算不错，要不然也不可能被破格录取。王医生突然提起这个事情，不会是心理不平衡吧？怎么在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突出成绩，所以升不上去？你说什么呢？有本事再给我说一遍！怎么还急了？我以为王医生你提到连带关系这件事情，是你想走连带关系。王医生，行了，你也算是医院里面的老医生了，还跟他这个小年轻计较什么？中午休息的时间也就2个小时，我看你还是赶紧吃了饭回去休息吧。小秦，我要回科室吃饭，你回不回去？我记得好像一份资料没有录入，要不然咱们回办公室吃饭，吃完饭立马录入文件。秦秋水想了想，还是站了起来。陆景挥手示意秦秋水坐下。先吃完饭再录入也不迟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乐得慌。我想咱们医院应该还没有到那种连让员工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的地步吧。再说了，有的加班是无奈加班，有的加班是没事找事。咱们2个好不容易碰面，正好可以交流一下经验，你觉得呢？陆景，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有完没完了？你才刚毕业多少难，戏这行多少难，真把自己当跟葱了。我管理我科室的实习医生轮得着你废话？王医生，你说够了没有？连吃饭都不让人吃安稳。你也知道实习医生是实习医生，不是你家保姆仆人。我就没听说过午饭的时间还让人家加班录入文件的。你以为你是外科的，加班做手术？正为民这个倚老卖老的老东西，哼！现在你能护着秦秋水和陆景，我就不信等回去了你还能护住。你给老子滚开！陆景用正骨手法，咵的一下王成秋的手腕就给脱臼了。王成秋疼得大叫一声，直接坐到地上。哎呦，王医生，这是怎么了？王医生，快起来啊！你把我的手腕给掰折了，你简直是太嚣张了！大庭广众之下敢这么干，你之后还想干嘛？王医生，你可不能凭空污蔑我啊！谁的手有那么大的力气，能直接把你的手腕掰断？有可能是不小心撞到桌子上吧。大家都来给评评理，陆景才来医院第1天，都已经敢跟我闹事儿了。这要是再让他在医院多待几天，他岂不是连天都给掀翻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个帅哥也是咱们医院的医生，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是哪个科室的？哦，原来是王成秋啊，也不知道谁又惹着他了。王医生，你说你手腕骨折了，要不然还是先去看一看手腕。我先不看病，麻烦大家把高主任给我找过来，让高主任给评评理。手腕骨折了，也只是小毛病而已，我看都不用找高医生来，我就能给你治了。不需要，反正今天必须得给我个交代。王医生，不着急录入信息了，刚刚你不是还着急加班吗？我看还是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我勉为其难帮你治好手腕，也不用你挂号，也不收你钱了。陆景说完，直接抓住了王成秋的手腕，咔嚓一声又把手腕给接上了。陆景这臭小子看着正正经经的，简直是憋着一肚子坏水。嗨，刚刚应该确实是王医生有一些不小心撞到桌子上了，大家都散了吧。你给我等着。还好你是正式入职的医生，你在他们科室跟着他一起，他不会给你穿小鞋吧？不用担心我，还不至于。要是他还骚扰你的话，不如你就打个报告，申请换个科室，应该问题也不大。好，咱们2个留个联系方式吧，到时候有个什么事情也好相互照应。行，到时候有什么事手机联系就行。郑老，我能不能留您一个联系方式？这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好请教您。行吧。郑医生，我也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你们看着加，平时没什么事不要打扰我，要是遇见问题了可以问我。好。回到门诊，午休后开始坐诊。进来的人是个30多岁的男人，他身后还跟着个漂亮的女人。牛成水一屁股坐在郑卫民面前。大夫，是你给我看病是吧？你的资料在陆医生那边，让他给你看病。牛成水不情不愿地来到陆景前面的板凳上。老公，你就让这个年轻大夫给你看看呗，反正都大差不差。医生，你给我看看，我这嘴上到底是怎么了？照了1圈疱疹，不疼，光痒痒。你手上有没有这一类的疱疹？没怎么看着啊，不过确实好像有痒痒的时候，主要是指头缝里。莫非这还跟我嘴上的疱疹有关系？除了嘴上之外，你身上还有哪里痒痒不？有，屁股也痒痒。
医生，我老公这是怎么回事啊？前一段时间手足口病和疱疹特别流行，他不会也是这个病吧？陆景顺着女人的腿，看下女人的丝袜，顺着丝袜又看到女人穿着的高跟鞋。你这是看哪呢？你们医生有没有医德？你小子再多看我媳妇一眼，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给抠出来？就是你要不要脸啊？放心，我真的没那意思。刚刚看你的腿和脚，只不过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情，你平时脚是不是比较痒痒？是不是有脚气啊？没有，我就是偶尔脚会痒痒。你的脚痒痒，肯定就是脚气造成的。今天是我来看病，又不是我媳妇儿来看病，她就算有脚气又怎么样？跟我这病有1毛钱的关系吗？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别老盯着我媳妇儿看。大哥，你真别误会，我问你媳妇儿有没有脚气，也是为了确认。首先，你的症状不是手足口病；其次，你的症状也不是疱疹，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分布在嘴边，而是分布在腹部、腰间和腋下。真要说起来，你的病跟你媳妇有关系。和我媳妇有什么关系？我老公得的病跟我有关系。没错，你嘴上、手上还有隐私部位长的小水泡，其实全是脚气，真菌感染。你放屁！我嘴上怎么可能感染脚气？我不就是喜欢隔着丝袜舔一舔吗？医生，那我这可怎么办？没事，开点治脚气的药就行了。你平时记得喷，主要是也得治一治你媳妇儿的脚气。你们去药房取药吧。他们2个也不敢再多待，生怕别人怪异的眼神，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刚才那个案例，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屁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注意好清洁和安全卫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尽早看医生。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积攒了7次抽奖机会，也不知道这次能抽到什么好东西。系统，我要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白凤乌鸡丸1，恭喜宿主获得10年老菜1。陆景连着6下，全部都是些药丸和药材。郑卫民收拾好东西，有些好奇的看着陆景。刚刚不是情绪还挺高的吗？这么一会儿谁惹着你了？没谁，就是突然想到周末2天可能还得忙着搬家，想一想有点烦。对了，中午你给我收租房的事，我回去帮你打听一下，有信儿的话，明天电话通知你。行，谢谢郑医生。不用客气，我先走了。就剩1次抽奖机会了，系统抽奖。一阵金色的光闪过，进入陆景的大脑。恭喜宿主获得神级望诊术。卧槽，有了这项神技，如果有大病的话，我能从面相上看出来。郑威明很快就帮陆景落实了房子。第2天一早，陆景就提车2个大行李箱在楼下等车。新家布置好以后，就一到晚上，看见粉丝留言，于是打开了直播。刚刚打开直播间的水友们蜂拥而至。主播是搬家了吗？可算是开播了。今天搬家了，确实费了不少时间。之前的房子离工作的地方有点远，所以搬到比较近的地方。主播不是直播把脉吗？这不能是赛博看病吧？大家都不要相信这种新型诈骗套路。在网上赛博看病跟赛博算命有什么区别？你不会是想说让患者描述一下症状，你就能给他看出什么病吧？没错，我就是要赛博诊断，不需要把脉，只需要露出脸，展示一下舌头，我就能大致诊断出来什么病。看见粉丝们纷纷想在线看病，就按摇号的形式进行，抽到谁就给谁看病。主播好像还没有打过 PK 吧？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自动 PK。陆景打开 PK 的自动匹配，直播间页面很快一分为2。哇，好像还是第一次跟你连到哎！你是什么中医主播？莫非是给人看病的那种老中医？医生哥哥，我得了一种病，不知道你能不能治一治？我这是正经中医。哥哥，谁说你这中医不正经了？病人找你来看病，你难道不看吗？你抬头看一看我，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还是说你怕我吃了你？说说有什么症状吧，我可以给你看看身体有什么问题。身体有问题的话，隔着网线难道能看出来吗？我看得亲身检查一下身体，才能检查出来吧。哥哥们给人家送送礼呀。说好的赛博看病呢？我确实可以通过面色和舌头判断出身体状况，不过对面主播的美颜看得太大，会影响到判断。你这说的什么话？人家委屈了。我看你就是没办法看出来我身体状况，所以才说我美颜开得大。虽然说我理解大家直播都不容易，但是你拉踩我也太过分了吧。娜娜，你不会是不敢卸妆关美颜吧？谢谢钟情哥哥，刚刚我可是看见了几个名字，我都已经记住了，我会满足大家要求。哥哥们别忘了刷礼物哦。他直接关掉美颜，用卸妆纸卸掉了浓妆。各位哥哥虽然不相信，但是人家也是天生丽质。我已经卸了妆，我倒想看看这个中医能不能看出我身体状况。你确实有病，我劝你还是到医院检查检查，不仅有病，而且是重病。你什么意思？你才有重病呢，明明就是个骗子，还在这儿装模作样的正经中医。谁在网上看病？我看你压根就没看出来，所以才在这胡说八道。真以为我没人护着，所以欺负我是吧？我说的确实是实话，你有重病，本来是好心提醒你，结果你还煽动你的粉丝网暴我。
你讲话要凭良心，我什么时候网暴你了？再说了，明明就是你先诅咒我的，你说话含糊不清。如果我真的有重病的人是骗子。主播，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我当然有证据能够证明，他面部的红斑属于梅毒2期的症状。除此之外，大家可以让他张开嘴，他的舌头上觉得有不少溃疡，而且这些溃疡一点都不痛。除了溃疡之外，很有可能还长着其他赘生物。你不是说我血口喷人吗？那你张开嘴，露出舌头来。我这几天舌头上确实长了点东西，但是不疼不痒，我不会真的得病了吧？不，绝对不能让粉丝们知道。凭什么露出我的舌头？我展不展示，这是我的自由。你如果心里没鬼的话，让医生看一下又怎么样？可以，我可以展示我的舌头，但是我要是没事的话，你必须宣布从此以后退出平台，再不直播。可以啊，见大哥们要求，他只好不情愿地伸出舌头。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舌头，表面的这些白斑看起来像溃疡，对吧？其实溃疡是点面状，并不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的蜕皮，这明显是梅毒的症状。其次，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小颗粒，簇状赘生物，这可不是舌头上的味蕾，而是俗称的菜花，也就是尖锐湿疣。我劝这位主播还是尽早去医院进行治疗，梅毒2期还有的治，拖到3期的话，寿命可能就剩下几年了。娜娜脸色一下惨白，她直播间的榜1、榜2、榜3大哥纷纷说话了。妈德，你这个疯女人，你除了跟老子，还跟谁过谁？娜娜，你不是说你只跟过我一个人吗？到底从哪儿染的病？靠，等着我找你家门上才算账。哥几个别说了，赶紧去医院吧。陆景直接关了 PK 模式。周一早上，陆景刚到医院门口。陆医生，你真的到我们市人民医院就职了？啊，我还没自我介绍，我是高成，是一直关注你的粉丝，也在人民医院就职，是中医科室的主任。高主任，你好。不用客气，之前我遇到难题，你给的我治疗方案真的帮了我大忙，我还真的好好感谢你。高主任，我能来医院是不是因为你的推荐？不是，我只是跟院长提了一嘴，你能来咱们市医院，还是院长慧眼识珠。你在中医科室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没什么不习惯的，郑医生对我也很照顾，谢谢高主任关心。那就好，有问题直接到3楼 B 区312我办公室找我。好。礼拜一，没什么病人，还没到下班时间点，郑卫民就溜了。我给家人们普及一下中药材怎么选，选药材就像选女朋友，拿白纸举例，大的药性差。谢谢大家观看我的直播间，今天咱们就科普到这儿，明天早上8点继续直播。陆景正离开医院，走到一个办公室门口，这不是秦秋水，怎么还在加班？怎么遇到困难了？陆景，原来是你啊！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加班？是有什么工作还没完成吗？我在录入病人档案。今天没多少病人，为什么不在上班的时候录入，非得下班加班？因为是临下班10几分钟通知我干这个事情。这个小人估计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记恨我，又没办法拿我怎么样，所以报复到你头上来了。我看上次他还没吃够教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你转正了，但是宁惹君子不惹小人，还是别惹这个小人了。我帮你一起录入。不用，你回去吧，不用在这陪着我加班。上次的事情也有我的原因，我当然得给你帮忙。哎，真的不用，就算不是你的话，估计我也会顶撞他。没事，2个人更快一点，反正我下班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好。第二天，陆景路过秦秋水办公室的时候，你这录入格式根本就不对，秦秋水，你不要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就以为我会对你网开一面。我看你搞办公室恋情搞昏了头，搞不好工作的话，我看你实习期怎么过。我也是纳闷了，看着挺聪明的一个人，结果一点都不上道。你看看你录入的这些档案。王医生，昨天你交代给我的时候，就是说要这样录入信息，我按照你交代方式做了，结果你却找茬说不对，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惹到了你，但是很明显你这是公报私仇。昨天临下班你给我布置任务，不就是故意想让我加班吗？我不想跟你一般计较，认认真真的把工作做完了，结果你却依然挑毛病，你根本就不值得我尊重。你以为你算老几？不就是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你说我针对你，纯属污蔑。我看你对工作的态度就有问题，你天天勾搭这个勾搭那个，我看来医院就是为了勾搭男人吧，根本就没想着好好工作。麻烦你放尊重一点。陆景进入办公室，走到王成秋后面。我看是有的人做的心虚被拆穿了，所以恼羞成怒吧，还说别人勾三搭四。你看看你脑门上的那几根毛，就你这副样子还是撒泡尿。仔细照照自己，看看自己配不配。天天在科室里面仗着自己医生的身份勾三搭四，居然还有脸说别人。你个小白脸，不就是靠着拍马屁进来的吗？要说起勾搭人，我哪比得过你？你和秦秋水这个贱人不是早就勾搭到一起了？秦秋水，你还想不想转成正式医生？你的实习报告上我不给你签字，你以为你能过？你爱签不签？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医生，根本就不配在医院待着。大家都赶紧来看一看啊！
秦秋水工作能力不行也就算了，居然还找她男朋友来跟我理论，800辈子没见过这种稀奇事儿。他们不怕丢脸，我也不怕丢脸。够了！一声苍老而又严厉的声音响起，秦显明突然出现在门口。其他没事的人都赶紧散了，马上就上班了，围在这里看热闹像什么话？院长，这个实习医生实在是有点不像话，我让他录入患者信息，结果格式不对，我批评他，他还不服气，找来这个陆医生跟我吵。你胡说八道！怎么着？当着院长的面，你还想打我不成？他录入的内容呢？根据神级望诊术，秦院长和秦秋水绝对是3代以内的血亲，秦秋水也姓秦，秦院长也姓秦，之前怎么就没往这方面想呢？我问你，他录入的档案在哪？这档案。陆景看王成秋不动，直接打开电脑登录系统。昨天王医生在快下班的时候给秋水布置的任务，说是之前录入的档案丢失了，如果要录入所有上一周的档案，可能会加班到很晚，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加的班。这是我们2个录入的患者信息，院长您可以看一下。我看有的人把医院当成自己家了，这格式有什么问题？院长，我就是想规范一下格式，虽然现在用这种格式也算是合规，但是肯定是越严格要求越好，就怕是打着严格要求的名号公报私仇吧。院长，我听说王医生经常骚扰手底下的护土，没准就是秦秋水没随他的意，所以报复。胡闹！我真没想咱们医院居然还有这种道德败坏的医生。虽然说这是道德问题，但是从私德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医院的系统如果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不上报？这是你的失职。患者信息丢失之后，第一时间找实习生背锅，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吗？虽然你的行为够不上严重失职，但也算是失职。交上一份检讨报告，下一次周会当众做检讨。我知道错了，院长。我真的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是这个小子，他污蔑我，他就是为了护着他女朋友，从我身上泼脏水。你和秦秋水在谈恋爱？没有，我们是大学同学。陆医生只不过看不过眼，帮我的忙。行，那你就去陆景那一组吧，正好郑医生有经验，让郑医生带你。好的，院长，我知道了。年轻人多接触接触也好，你爸上次还问我医院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给你介绍介绍。大伯，你别打趣我了。秦秋水叫院长大伯，我靠，我怎么没想到呢？好了，你收拾收拾东西吧，不跟王成秋在一个办公室，我给你安排到郑医生办公室，有不懂的可以问他们。大伯，不用麻烦，他们办公室满的，还要惊动别人换位置。没事，到时候让李医生和王医生在一个办公室，他们2个岁数相当，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秦院长看了一眼王成秋，然后离开了。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想要瞒着你的，我只是……没事，我知道你只是比较低调，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不太想让别人说我是靠家里，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这层关系，恐怕就没有办法好好相处了。你能为我保守这个秘密吗？当然没问题，马上上班了，工作去吧。好。陆景到办公室，郑卫民早就坐办公室等着了。今天卡点挺技术啊，正好到最后30秒。你是不是也去西边科室看热闹去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是凑热闹，是热闹找上门。王成秋因为食堂的事想报复我和秋水，给秋水穿小鞋，被院长抓住了，应该是要受处分做检讨。原来就听说了，没想到是真的。多行不义自毙子，活该。对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你发你电脑上，你看看开什么药房？这老头是想考我。患者是肝火上炎影响到脾胃，伴有心火旺盛的情况。药方的话，牡丹皮、栀子、决明子、龙胆。你的药方比我给出的药方更精妙，不错。之前是怕你开错药方，所以让我给你托底。目前看来，你比医院绝大多数中医都要厉害。很快，第1位病人进来了，是一家人。我闺女最近肚子疼，你帮她看看是怎么回事儿。把手递给我。我闺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晚上睡不好觉，要不要开点药补补？现在正是学业紧张的时候，成绩都下降了。还有，你们医生有没有那种聪明药，吃了能变聪明的药？这小姑娘才13岁，可是摸上去分明是喜妹。我家孩子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光把脉不说话？爸妈，你们别催医生。用得着你在这当好人？你不知道我们是为了你好吗？看你的成绩下降了多少，要不是你说你身体不舒服，我非得找你们老师问了你在学校到底是怎么学习的。医生，你到底行不行啊？家长能不能先出去一下，让我单独的跟他聊一下？她是我女儿，有什么你直接说，我们当父母的难道都不能知道吗？李倩倩之所以不舒服，是因为她怀孕了。你什么意思？到底有没有医德啊？我女儿还未成年呢，她才13、14岁，怎么可能怀孕？你在这儿造谣，信不信我们把你告上法庭？你说什么？你敢坏我闺女的名声，还医生呢？呸！一点医德都没有，老子今天就打死你！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哎，郑医生，
病人家属，你赶紧放开医生，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想勾搭我丈夫？你们医院的男医生、女医生没一个好东西。病人家属，请你冷静一点，要不然我就叫安保人员了。装什么白莲花呢？谁不知道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胡搞八搞？臭婊子，还污蔑我闺女乱搞男女关系，你们才全都是脏的臭的。病人家属，请赶紧离开问诊室，要不然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报警？有本事你们现在就报啊！你们医生严重侵犯了我女儿的名誉权，而且还给我们一家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精神损失。我要求你们医院赶紧赔偿，还有立马开除这个年轻医生，赶紧给我们家道歉。我说的是实话，我可以为我的诊断做保证。李倩倩确实是怀孕了，你们与其在这里找医院的事情，不如还是多关心关心你们女儿的身体。陆景握住她的拳头，另一只手找到她身上的穴位，狠狠地按下去。李倩倩爸爸浑身发麻地瘫倒在地上。你对我老公做了什么？你给我等着，我现在立马报警。放心，他没事。我劝你们还是放客气一点，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够了，我应该就是怀孕了，跟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你才多大，就和那些男人搞到一起？你简直太让我恶心了！你个小娼妇，怎么不去死啊？把你爸和我的脸都要丢光了！你肚子里面的野种到底是谁的？他还是个孩子，麻烦家属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教训我闺女，关你屁事儿！以后别说老子是你爹，老子脸都被你丢光了。你之后也别上学了，直接去厂里面打工，反正也是一滩扶不起的烂泥。你这么不要脸，到时候还有哪个好男儿愿意要你？够了，我去死好了吧？你们根本在乎的不是我，你们在乎的就是傀儡，我就是你们手里面操控的木偶，我根本没有早恋，是你们请的补课老师了我。我说了多少回想换补课老师，你们根本就不听我的，你们根本就不在意我，只在意我能不能给你们争光，能不能给你们长脸。反正我早就不想活着了，死就死吧。李倩倩朝着墙撞过去，被陆景拦了下来。秦秋水的性情比较温柔，李倩倩并不算排斥他，所以安抚工作就交给了秦秋水。都怪你，说那个补课老师是你什么远方亲戚，闺女当时提说要换，你非说她矫情，现在好了吧？我平时那么忙，倩倩学习上的事情还不是一直都是你在负责？明明就是你把她逼得太紧，闺女大了，我不好跟她谈心，你那么凶，她有什么心事也不愿跟你说。我去弄死那个畜生！你行了吧？这不是放马后炮吗？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现在出了这个事，我也头大。行了，我看二位还是别甩锅了。患者的精神状态本来就不好，除了怀孕之外，她整夜的睡不着觉，是因为情绪抑郁。如果你们确实是想为她好的话，还是赶紧先报警，将欺负她的那个人绳之以法。不行，万一报了警，那不是所有人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到时候他们脸往哪搁？再说了，没准会对自己闺女造成2次伤害。到底是你们的面子重要，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她都已经抑郁到这种程度，如果不让伤害她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会是她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再者，如果不将那个人绳之以法，谁知道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受害者？你是个小年轻，没给别人当过爸爸，你不清楚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难道我不关心我女儿吗？这件事情要是让她的同学知道了，她还怎么抬头？担心女儿的面子，我看你们担心的是自己的面子吧。如果李倩倩报案的话，未成年人保护法会保护她的隐私。这一对夫妻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尊重自己女儿的意愿。经过秦秋水开检，李倩倩情绪已经好了很多。我要报警，秋水姐姐说的对，错的人不是我，我不应该被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还小，我先给你开点药，等警察局完证，你就可以吃药了。那也只能这样了。需要我现在帮你报警吗？谢谢姐姐。没过多久，警察就来了，带了3人离开了。又过了很久，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来看病，她身边还跟着自己的老伴儿和女儿。医生，我听说人不睡觉的话会猝死，您快给我妈看看她身体状况怎么样。莫非老太太有失眠的症状？老年人失眠非常常见，倒是可以调理调理。哎，小伙子，我不是失眠，老太太，我20多年压根就没睡过觉。老太太，你这话说的有些夸张了，人不可能20年不睡觉。可不，我半夜经常惊醒，不管我什么时候醒了，看我老伴儿，他都是睁着眼睛，压根就没睡过觉。医生，我妈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罕见？一直不睡觉，她身体不会有问题吧？老太太晚上不睡觉的话，是不是白天会补觉啊？小伙子，我就知道你不信。我说20年不睡觉，那就是没睡过觉。要是白天补觉，我就不这么跟你说了。我就说我没毛病，非得拉我来医院看。有的人有特异功能，我就是这种人。老太太，你女儿也是担心你，你先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
陆景将手放在老太太手腕上，陆景面带微笑。医生，我妈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猝死的危险吧？放心，老太太的休息状况良好，并没有睡眠不足或者失眠的症状。你们说老太太之前没睡过觉，是通过是否闭眼判断的。那可不，毕竟哪有人睁着眼睛睡觉的？更何况我每次跟她说话，她还都能应答上。医生，你不会是想说，其实我妈睡觉了，但是她是睁着眼睛睡的吧？这不可能，每回老头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还清醒着呢，整宿都清醒。是啊，确实，有时候半夜我醒了之后跟他搭话还能搭得上呢。你半夜能跟老太太搭上话，是因为她一直处于浅睡状态，所以能搭话。眼睛闭不上是因为她眼部肌肉有问题。原来是这样，医生，那我妈这种状况用不用治一下？她眼部肌肉不受控制，这一点我倒是能够给她治好。这样好，那我就不用做手术了。那就按我妈的意思来吧，医生，麻烦你帮她治一下眼部肌肉。行，另外老太太血压有点高，少吃有盐重的东西。好，谢谢医生。随后他们就离开了。忙完了一天，刚准备下班，高成急匆匆来到办公室。大家都先别走，我有点事儿要说。高主任，陆医生，太好了，你还没走。高主任，你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事吗？急诊那边缺人手，一般都会从各科室抽一个人，不过是3倍工资。我今晚有一个关于外国人才引进的会议，不然我去顶上了。要不然我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回家。小秦，可是你只是个实习医生。高主任，那就我去吧，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应付。实在是太好了，你放心，急诊科室那边会有经验的医生带你，一般急诊会有2个值班医生，肯定没问题。小陆，那就麻烦你了。那个，你应该还没有吃晚饭吧？我帮你带晚饭。行，谢谢。很快两人一起来到急诊科张主任面前。高主任，这是你们科室来的大夫。没错，我把陆医生交给你们了，我还有点事情要忙，就先走了。之前好像没见过你，你刚来的，不会是实习医生吧？张主任，我不是实习，是正式医生，确实刚入职没多长时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您尽管交代就行。行，最基础的包扎和医学护理会部，包扎和缝合肯定没问题。你确定缝合没问题？没问题，您放心，毕竟传统中医里面也有外科手术。哦，那正好这边送来了一个患者，需要伤口缝合，你来试试吧。好，陆景跟着张主任到了急诊室。主任，这个伤患的伤口确实比较难处理，我拿不准，要不然您看看。这是中医科室那边调过来的陆医生，让他处理伤患就行。陆医生，陆景来到病人面前，拿起镊子，小心翼翼地清除创面，并且进行消毒。疼，太疼了，医生，要不然给我注射点麻药吧，实在是太疼了。不行，你的伤口离大脑实在太近，如果用麻药的话，很有可能会有后遗症。不用麻药，那要是缝合不得疼死我。这种状况确实不太好用麻药，怪不得陈医生会找帮忙看一下。这个陆景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吗？陆景从医用不锈钢托盘上拿起针和缝合线，他的缝合速度非常快，伤口光滑平整，甚至连伤口都看不见。我操！张主任和女医生看得目瞪口呆。张这种缝合状态，外科专家都不一定能做到，何况是个中医。这缝合技术，我研究生导师的手都没这么稳。什么缝合技术？已经开始下针了吗？已经缝合1半多了，你没有感觉疼吗？你一说确实有点疼啊，但是感觉不到太疼，就好像有蚂蚁咬一样。没想到缝合不打麻药，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疼嘛。张主任和女医生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震惊。不打麻药怎么可能不疼呢？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将患者的疼痛降到最低？就在2人惊讶的时候，陆景已经缝合完了。好了，已经缝合完了，你现在去打1针破伤风吧，毕竟这个伤口实在太深了。你去带患者打破伤风针。陆医生，你这技术真的可以啊！这缝合技术不输哪些外科专家了，有拜师或系统学过吗？不，我就是中医出身，没有专门去练，算是自学成才吧。自学成才，你这天分不去外科，实在是太可惜了。嘿嘿。相对于外科那边来说，我更喜欢中医。真的不错，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考虑来我们急诊。谢谢张主任的赏识，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中医坐诊。今天有你值班我就放心了，跟我去值班室吧。张主任介绍了一堆情况，然后就离开了。陆景摸摸肚子，打算点个外卖的时候，陆景，我给你送饭来了，正好我也没有吃饭，咱们2个找个地方吃饭。好，陆景带着秦秋水到了急诊室那边的办公桌上。我觉得食堂那边有点太寡淡了，所以去小吃街买的饭。谢谢。吃完饭之后，秦秋水还想要陪着陆景。我给你帮忙。
不用，毕竟现在急诊也没什么病人，你回去吧。秦秋水有些犹豫，站在原地没动。你不会觉得欠了我个人情吧？本来你就是实习医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你不是已经请我吃饭了吗？好了，赶紧回家吧，天马上就黑了。好，那我下班了。随后，陆景和急诊科的王子文在值班室聊天。急诊室突然间闯进一个头上顶快布的男人。你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操！你这是支灯泡了。王子文平复完情绪之后，仔细看了看，灯泡的形状刚好卡在了下颌骨位置，正常是没办法取出来的。这太难搞了，看来只能把灯泡打碎了。但是这个角度镊子根本就不好伸进去。等等，如果要砸碎的话，先不说容不容易操作，就算真的能打碎，万一这些碎片化进喉咙和食道就麻烦了。可是不打碎不行啊，根本就没办法取出来。要不我去弄瓶润滑油过来，润一下灯泡，兴许灯泡能滑出来。如果润滑油有用的话，唾液应该也有用，就算是用了润滑油，也没办法取出来。打碎也不行，直接取出来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直接给他开个口子取出来吧？我试一试。陆医生，我突然间想起来，你是中医科室的吧？莫非你还打算给他动脉科手术？当然不是，给他下巴掰脱臼，应该就能直接取出来。我没听错吧？把下巴掰脱就取出来？没错。这不行，这跟得了小气直接砍脚有什么区别？咱要是弄出大病来，可是要担责的。放心，很简单的事情，如果出了事情我负责。陆景已经站到病人面前，只见陆景扶着病人的脑袋，咔咔一声下巴卸下来了。他快速的取出嘴里的灯泡，然后摸了摸病人的下颌骨，停顿短，下颌骨又被安上了。我擦，陆医生，你刚刚那一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随后病人开心的离开了。你是中医出身的，刚刚那个是正骨术？正是。厉害了呀，兄弟，你这一手你学了多少年？倒也没有学多长时间。我要早知道中医这么厉害的话，当时早就去学中医了。这正骨术真是神了，还是咱老祖宗厉害。一晚很快过去，回家的路上，陆景突然间想起来系统的抽奖次数还没用。系统，我要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冷香丸1瓶。什么玩意冷香丸？有啥鸟用？冷香丸，服用此药丸之后，能够迅速消除狐臭，并且身体留香。3颗药丸永久根除狐臭。1瓶30颗，也就是说能根治10人，这可是狐臭患者的福音。陆景刚做好午饭，秦秋水就发来信息：陆景，昨天晚上急诊那边的情况还好吗？你好好休息了吗？挺好的，急诊值班那边事情其实不是特别多，有1天假期和3倍工资还挺划算。做了比较丰盛的一餐，正在吃饭。哇，看着好丰盛好香啊，羡慕，你可真是个大厨。哎，卑微社畜的我，今天只能吃食堂。你要是馋的话，不如我给你打包点午饭送过去，这样正好，省得你去食堂了。真的可以吗？那也太棒了吧！祝您好人108胎。现在还是单身狗一枚，你祝我108胎，那我只能单性繁殖了。随后陆景带着饭来到医院。哎，陆医生，你今天不是不上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是给谁送饭啊？不会是给我送饭吧？哇，没想到你真的来送饭了，陆景，你也太好了吧！我还以为陆医生是给我送饭的，没想到是给小晴送饭啊！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比较聊得来，我这个老头子就不在这儿当你们电灯泡了。郑维明转身就匆匆去食堂打饭了。郑医生，下次请你去我家吃饭。秦秋水吃完饭后，两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你的厨艺真的太好了，特别好吃，谢谢你，饭菜真的特别好吃。对了，我下次给你带点儿我烤的小蛋糕吧，嘿嘿。虽然我做饭不太好吃，但是烘焙可是很拿手的。好啊。我这个病情的辩证有点不太确定，我想问问你有什么看法？肝阳上亢这方面，我认为可以从2个方面入手。陆景耐心地解答着秦秋水的疑问。咱们同样都是在大学学习，为什么你这么优秀，我都怀疑教授偷偷给你开小灶了？当然了，手握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行走的外挂。要是再有什么不懂的问题的话，你直接问我就行。好，那我是不是得给你敬茶啊？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这我可不敢当，不敢当。中午办公室大家都在休息，高成来到办公室。下午2点，所有人去大会议室开会。高主任说完转身离开了。什么情况？听高主任说，法院要引进一位留学背景的外科医生，是研究哪个方面的？这我就不知道了，听说很厉害，27岁就是哈佛医学院硕士。哈佛医学院含金量挺高的，那确实称得上高材生了。会议室，秦院长大步流星地走到讲台上，他清了清嗓子，喜气洋洋地说道：各位，今天给大家开这个会议，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院一直都比较缺青年医生，这次咱院引进了一位哈佛大学毕业，而后一直在美国医院做主刀医生，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他加入我们安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秦院长说完，看向门口。吴医生，你进来啊！只见一个少年昂首挺胸地走进会议室。大家好，我是吴建明，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共事。此时台下掌声雷动，医生的声音。听说吴医生回国之后，有不少医院都想要让他去，他能够选择咱们医院，是咱们医院的荣幸。我还有一个通知要告诉大家，吴医生将会担任咱们外科的副主任，外科方面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问他。欢迎吴副主任，大家热烈鼓掌。台下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陆景发现秦秋水的表情有些呆愣，像是在走神。怎么了？上午太累了吗？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心事？不是，台上的吴医生我认识，他和我一样，也出生在医学世家。我爷爷和他爷爷是老交情，小时候他经常带我一起玩，就像哥哥一样。他觉得国外外科更好，想我跟他一起申请哈佛。我只想学中医，我家里本来不同意，我爷爷后来松口，我才选择了中医。时间过得真快啊，他居然都回国了。原来如此，选择中医不知道他受了多大的阻力，难怪他不愿意靠关系，想要通过自己实力进医院。好，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小吴，有时间去我家吃饭，陪我喝上2杯。好的，秦叔。吴建明跟秦院长说的话，目光却投向秦秋水。秦叔，和秋水坐在一起的那个男医生是谁？啊，好像是秋水的大学同学，是咱们医院招过来的年轻中医。好的，秦叔，我和秋水好长时间没见过了，我去找他叙叙旧。行，那你去吧，我先走了。下午的时候你记得准时到岗，我让外科的主任给你介绍介绍情况。好。吴建明大步流星地朝着陆景和秦秋水的旁边。秋水，建明哥，好久不见。见到我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吧？你一点都不想我吗？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哥哥长哥哥短的叫，怎么长大了反而生分了？确实好长时间没见了，怎么突然想来我们医院？我想到你在这儿，所以就来了。更何况在秦叔的医院，总比在外面自在些。这位是？这是我大学同学陆景。原来是你大学同学，都是中医专业吧？对。咱们好多年没见了，不如晚上一起去吃个晚饭吧，正好可以聊一聊你的近况。恐怕不太行，我已经跟别人有约了。我们约好了一起吃晚饭，有点事情要谈。你啥意思？我几年没回来，你连吃个饭都不肯赏光，还跟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如果让你爸妈知道了，他们该有多失望？要你管。还有，希望你对我的朋友放尊重点。如果你还是秉承之前那一套的话，咱俩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坚持我那一套，我有什么错？让你选择西医你不听，当初听我的也不至于现在还在实习。我早就说了，中医是骗人的。要真行，你来做副主任，我来实习。西医厉害在哪儿？你是说中世纪的放血，看不起中医回国干嘛？待在米国好。对了，如果真的留在米国，恐怕从事的也是黑买卖吧？毕竟哈佛最擅长这一套了。你看看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搞封建糟粕那一套，还搞出优越感来了。既然你一直是这样认为的，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聊的了。我看有优越感的不是我们，而是你。我们2个回去吧，该上班了。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秦秋水突然转过头。刚刚实在是太生气了，不好意思，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脾气一直都是那样。你们2个就是青梅竹马的关系，我看他好像把你当成女朋友对待了。不是，我们之前不是男女朋友，我爷爷和他爷爷关系比较好，2家离得又近，所以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只是他一直对中医有偏见，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样子。原来是这样。现在他回来了，我就希望我爸妈不要乱点鸳鸯谱。希望，不过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父母应该不会逼你吧？希望不会，之前我学中医的事情闹得就挺大的，也是这2年才消停下来。不多说这些烦心事儿了，快上班了，咱们赶紧走。回到坐诊室，我怎么感觉你小子最近情况不对呀？好像有种铁树开花的感觉。你老可别打击我了，我上哪儿铁树开花去？我觉得小晴那姑娘真的挺不错的，不仅长得漂亮，她是肯干，而且人也聪明。你真对人家没意思。我们2个是好朋友。好朋友也可以变成男女朋友吗？反正你们2个都是学中医的，就没有想过把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老郑，您还是别乱牵红线了，说不准人家有男朋友了。小琴应该没有男朋友，试一试呗。现在你们年轻人不是最讲究什么躺平、富婆？我看小琴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我就不信你一点都不喜欢人家。陆景被戳中心事，不知如何作答。秦秋水刚好进入办公室。呀，小琴医生过来了。我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病人了，正好我来跟郑医生您请教请教。你去问陆景，陆景在中医这方面的造诣相当了得，你们年轻人也比较有共同语言，脑子转得比较快，能聊到一起。好，那我就请教一下陆医生了。秦秋水屁颠屁颠跑到陆景身边。
此时到了坐诊时间，一个女孩子走进门，左右看了看，最后坐到了郑卫民面前。医生您好，说说你哪里不舒服？我的狐臭实在是太严重了，不知道能不能喝中药调理一下。你伸出手，我给你把脉。我操，这味道也太上头了，还是交给陆景这小子处理吧。陆医生，这个小姑娘有狐臭，你来看看有没有方法帮她调理一下身体。狐臭，过来，我来看看。我去，这妹子味道真重。要不还是算了吧。别算了，你过来，我给你把脉看一下。这情况确实不好调理，难怪老郑甩给我，还好有冷香丸。医生，我这种狐臭有办法用中医调理的方法根治吗？正常来说是没办法的，一般医生会建议你切除汗腺。不过我这里有一味药能够根除狐臭。哼，我就说中医都是骗子，居然说能用中医药根除狐臭，这不是骗人是什么？吴建明之所以过来，是因为听说秦秋水到这边来了。我认识不少的外科医生，从来没有人说中医能根治狐臭，别乱吹牛，败坏了咱们医院的口碑。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我治不好。医生，那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没有那么多钱做切除手术。我给你开3颗药，第1颗就能让你狐臭完全消失，并且身体留香，3颗药丸吃完就能够根治狐臭。你说的是什么药？真的能根除狐臭？我倒要看看你吹的牛能不能圆得上，还3颗药根治狐臭。中医真要是这么厉害的话，也不会落后西医几百年。陆景拿出3颗药放桌子上，你这药不是我们医院的吧？我看8成是你从哪里弄来的假药，你这是犯罪，你要作死，可别连累医院。医生，我有正规的行医资格证，这个药我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别说不会出什么事，如果真出什么事的话，我来负责。我们都是见多识广的医生，你放心，可以吃颗试试。刘真真拿起1颗药丸一口吃了下去，才过了几分钟，这房间通风效果也太好了吧，刚才味道还挺重，怎么一点味道没有了？我是不是嗅觉出问题了？我怎么好像闻见一股香味？你没有闻错，确实有一股香味儿。难道是这个药的效果？世上真有治狐臭的药？陆景，你太厉害了！真的，我一点也闻不到了，谢谢医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离刘真真再近一点，怎么可能有见效这么快的？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如果要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会出人命的。刚刚我说我能治，你不相信，现在患者吃了药之后情况明显有好转，你却又怀疑我的药有问题。吴副主任，我看你这是公报私仇，故意针对我吧？你胡说八道，我是基于对患者身体的考虑。这位患者，我建议你立马做全面的身体体检，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反而神清气爽，我就不做检查了。不行，为了你的安全考虑，陆医生有义务为你做全身检查，以免真的服用了药物有后遗症。如果我要检查身体的话，那肯定得做不少项目，这花的钱你们医院给报销吗？药物是陆医生给你服用的，当然是由陆医生出这些检查费用。当然，作为医院的副主任，我有义务监督陆医生对你负责。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病患必须做体检？更没有资格要求陆医生负责。照你这么说，每个患者吃完药都来检查一遍，你行，你来啊！秦秋水，这就是你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吗？你为了包庇这个小子，什么话都说。你扪心自问，他的药有合格证吗？来路正常吗？我早就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患者有问题费用我全包，查不来出来你全包怎样？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院长来理论。吴副主任，这种事情就别麻烦院长了吧，检查也费事，不如我把脉看看。郑医生，单把脉恐怕不能确认病人的安全吧？啊，我忘了吴副主任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中医都是骗子，要不我给院长说一下，把中医取消，换西医怎么样？郑医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相信您的医术的。既然你相信我的医术，那就让我看看小姑娘，你把手伸出来，我来给你把下脉，看看情况。刘真真伸出手，我是没发现她有啥问题，你要不信，就只有自掏腰包做检查了。我还有事情，就不多带了。陆医生，我的狐臭完全消失了之后，不会再出现吧？这个香气会持续多长时间？3颗吃完就能根治，至于身体的香气，大概可以持续半年到1年的时间，逐渐消退。不用，这个香气挺好闻的，就让它一直留着也好。对了，陆医生，你这要多少钱？我没多少钱，如果不够可以分期吗？这个药丸的价格确实有点贵，之前没有考虑好，就直接给你用了。我能问一下多少钱吗？1颗药丸200，也就是说这3颗药丸的话需要600块钱。什么？只要600块钱？怎么，做个汗腺手术要几万？600贵了？一点儿都不贵。陆医生，你刚刚差点吓着我，我还以为这药丸的好几万呢，没想到1颗只200块钱。刘真真高高兴兴就要飞去了，走到门口又回头。
谢谢陆医生，谢谢郑老医生。怎么叫我的时候就叫郑老医生？我也不算老吧？您心态年轻就行。嗨，你这臭小子，这不是变着法的说我老了吗？没事，老当益壮，老骥伏枥，这还差不多。哎，对了，小秦，那个吴副主任跟你是什么关系？我看他这样子好像是来找你的。郑老头看刚才吴建明吃醋，所以才问。他算是我的朋友吧，从小一起长大的。刚刚他的态度冒犯到您老，实在是对不起。不用道歉，我才不跟小年轻一般计较。不过他瞧不起中医，你们两个难道不闹矛盾吗？老郑，您就别老八卦了，我看好像又有病人等着了，咱还是看病吧。嗨，你这小子，我又没问你。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得去给陈医生帮忙去。很快，陆景又迎来了一个病人，这次来的人是一对夫妇，面相看上去没啥问题。请坐，最近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觉得他应该是精神出问题了，之前他可一点都不这样，现在简直就是傻大方，不仅碰到小孩给糖，碰到狗了给肉吃，碰到乞丐了给钱，就算是碰到陌生人，他都想要给人家转账。医生，麻烦你帮忙看看他这是什么？医生，我看你挺年轻的，是不是刚刚就业？要不然我给你转点钱，二维码在哪儿？我直接扫给你。有钱烧的你是不是？医生，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又神经病？我是在网上看你很厉害，特意过来找你。行，我先把个脉，这情况真有可能是神经病。赵大勇伸出手，陆景给赵大勇把脉。这应该是由于中风引起的神经紊乱，所以患者才会变得极其慷慨大方。陆景这话一出，所有人都很惊讶。这种病例相当罕见，就算全球都没有几个，不会真让咱们给碰上了吧？不行，我得喊咱们科室其他医生过来瞧瞧，这个病例简直太罕见了。老郑，不至于这么夸张吧？好歹让他们一起长长见识，也能商讨一下这病怎么治。有几个坐诊医生并没有病人，听了郑卫民说有个特殊病例之后，全都围了过来。谁得了慷慨病？我记得国外确实有这种案例，但是咱们国内可是第一例。听说慷慨病根本就没办法治，神经受损就算是调养的话，恐怕也很难恢复。这种疑难杂症确实是难治好，记得国外并没有被治愈的先例。大夫，莫非你们的意思是我老公这病是绝症，没法治？等等，我没说不能治，虽然之前没有治过，但是可以试一下。医生，你没骗我吧？真的能治？又不是绝症，你急什么？我感觉好得很，也没有中风的感觉，浑身都挺舒坦的。你是舒坦了，家里不舒坦。好，我又不是不治病。医生，我老公这病怎么治？检查什么的一共要花多少钱？针灸一下，我先看一下情况。小陆医生，你真的要试试？如果是神经损伤，用针灸治刀也算是对症，但是万一扎错了，哪根神经更严重了怎么办？你们没把握治好，不代表陆医生没把握治好。好好看看，我觉得这小子应该能行。很快大家都到了旁边治疗室，大家围着床都想看看陆景怎么施针。陆景有条不紊地开始施针。这难道就是已经失传的雀啄术？这种针法对频率和深度要求极高。陆医生居然连这个都会，主要是他还这么年轻。陆景扎完针之后，缓缓地舒口气。针灸完了，你感觉怎么样？医生，我感觉很爽。你都说你爽了，能不能给我点钱？医生，我为什么要给你钱？想收红包，我举报你个瓜娃子。患者家属，他不会随意给别人钱了，应该没毛病了。陆医生，这么罕见的病例居然被你给治好了。你医术这么厉害，衬托的我们都有点无能了。现在中医专业刚毕业都这么厉害了，看来我得继续深造啊。我说这小子行吧，一会儿等病人走了，大家都来学学。我敢说就他这针法，咋月没几个人能接。那当然了，我们是得偷偷试。医生，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治疗费多少？要开药吗？我给你转账。针灸费转50就行，我再给他开副药调理一下身体。你这个败家娘们，这是干啥？我好得很，还吃什么药？非得给别人送钱？这没对吧？又变铁公鸡了，我试试看呢。你说咱闺女私立学校的餐费，要不要给她添点钱？添什么添？干脆别上学了，出去打工，这一天天的浪费钱。坏了，我老公成老抠门了。之前他给他闺女花钱最大方，现在连闺女都不让花钱了，这是给治坏了。可能是刚刚调理的太过了，我再给他看看。陆景又拿起金针，在赵大勇的头上扎了几下。咋闺女学校吃的太差，要不要添餐费啊？当然得贴啊，孩子正长身体，得吃好点。这不就正常了？什么正常？老子又没病。随后夫妇俩高高兴兴离开了。第一次下针的位置你是依据什么判断？第二次又是什么情况？陆医生，这个针法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大概下针要到什么程度？正好没病人了，陆景开始给医生们讲解。小陆医生，你讲的简直太清楚了。
我上一次这么认真的听讲，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不多说了，我要回去拿自己当实验品练一练。又到了下班时间，陆景走到驿站门口，突然想起了答应粉丝寄出冷香丸，填好地址和报单之后，陆景将快递邮寄了出去。3天后，女明星赵明秋迫不及待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快递，里面是3颗药丸，她没有多犹豫，直接吃下了1颗药丸。几分钟过后，赵明秋闻了闻自己腋下，这陆医生得药也太神了，居然一点味道都没有。助理小陈刚好看到赵明秋这尴尬一幕，不好意思，赵姐，我什么都没看到。小陈背过身去，感觉都要吓死了。你怎么进来的时候也不敲一下门？我敲了门的，可能声音太小，你没听见。没事，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靠近点儿。小陈愣在原地不敢动。你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叫你过来吗？你闻闻，我香不香？我老板终于是疯了吗？这么臭让我闻，精神分裂变态吗？你想什么呢？我让你闻闻，我身上的狐臭消失了，完全治好了。赵姐，居然真的不臭了，只有香味儿。那当然，没有狐臭的困扰了。等着姐姐我大杀四方吧，我肯定会继续星途坦荡。我得好好谢谢那个陆医生，真的是个神人。对了，你来干什么？对，我差点忘了，赵姐，陈执中陈导打算拍一部综艺，他说他想邀请您去，问您的时间方不方便？陈导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会成为常驻嘉宾。这档综艺人气很高，我记得这款综艺有一期要请中医来给明星们查看身体状况，正好我请陆医生来，我给陈导打电话，这个综艺我参加。第2天，赵明秋进入陆景的直播间，进直播间之后，赵明秋立马烧了10个火箭和烟花。主播，我收到你寄来的药了，而且已经吃了，我的狐臭已经完全好了，非常感谢你。现在我的事业也会再上一层楼，太感谢你的药丸了。这位粉丝，你不用再给我刷礼物了，能帮到你我非常高兴。给病人治病是医生的天职，你刷的礼物已经远远超过那些药的价格了。陆医生，对于你来说可能已经抵过药的价值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药是无价之宝，它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我郑重地向主播表示我的感谢。另外，应该再过不长时间会有节目组联系你，希望你能够同意参加节目。不多说了，我先下线了。这人不会真是娱乐圈的吧？还说什么节目组？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我会一如既往的行医看病。不相信我的，有事的时候一定不要来找我看病。下午，照常开周会的时候，我在视察各科室工作的时候，发现个别医生工作态度非常不好，更有甚者在工作时间开直播，简直无视规章制度。吴建明看陆景没反应，本来我还想给他留点面子，但是看他的态度，就没这个必要了。这个工作态度不认真的医生，就是中医科室的陆景。我中医科室的事关你屁事。院长，我认为像这种医生应该做出处罚，这样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才能够更加有效。这小子还是太年轻。吴副主任，你刚来不太清楚，中医科室的陆景情况有不太相同，他直播是跟我打了报告的。我认为他的理由非常正当，而且能够给咱们医院打广告，所以才同意他直播。这我确实是不知道。但是陆景不仅工作时间直播，还给病人使用没有经过安全检测的药物，这难道也是医院允许的吗？一旦出事，医院可是要背责任，所以我要求您对陆景做出处罚。陆医生，你真的给病人开了没有经过安全检测的药？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陆医生他开的药方完全没问题，医术高超，是个合格的中医。他开的药我都会过目。吴副主任刚刚说的是昨天那个狐臭病人，但靠现有的药方很难解决，所以陆医生才拿出自己珍藏的药丸。这药确实治好了患者，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所以吴副主任说的话是无稽之谈。我敬重您，但是你别乱说话。药确实有效，但没过安全检测，这次没后遗症纯属万幸。如果以后出了问题，我想各位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严正处理。吴副主任说的话确实有道理，西医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中医完全不适用。你说什么？医院本来就要统一管理，难道还要给你开特权？就凭你一个人代表得了中医吗？中医的药方本来就不固定，要根据患者身体情况，如果同症同药，那就是庸医。各位大多都是西医，可能不清楚，中医都是自己开药方，所以不可能标准量化。你揪着我用药不放，这是不合理的行为。只有量化和标准化才能更加安全，中医药也应该绝对量化和标准化。特马的，你想让中医量化和标准化，有本事你自己去搞啊！安静，吴副主任，你管好西医科室的事情就行，中医上的事情你不太懂，就不用太过插手，这些事情高主任会负责的，你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至于陆医生，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注意，用药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安全性。好的，院长，
之后我会注意这种事情，尽量用医院的药给病人开药。院长放心，我保证看好这小子。那就麻烦郑老医生了。会议结束后，吴建明生气地离开了会议室。又到了坐诊时间，秦秋水像往常一样来到陆景身后学习。你最近心情比较好，还是有什么好事吗？差不多吧，最近跟你学了不少知识嘛，所以挺开心的。大妈终于不再撮合我和吴建明了，我才不会告诉你呢。今天晚上咱们一起约饭。好，这一次你有什么推荐的店铺吗？当然有，我可是探店小能手，这一次带你去吃一家烤鱼，相当好吃。好嘞，那我先过去了。下班之后，陆景和秦秋水一起去饭店吃烤鱼。香喷喷的烤鱼刚上桌，陆景突然间接到电话，是个陌生号码。喂，请问是安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陆景医生吗？我是星光大赏节目组的副导演，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综艺节目。综艺节目组是在电视台拍吗？对，我们节目组邀请您，正是因为您中医的身份，听说您在做直播也有一定的名气，所以我们想邀请您参加我们节目，为各位明星进行诊断。我们节目组的热度非常高，而且给的报酬是很可观的，希望您能好好考虑考虑。拍摄节目的点在哪里？参加一期节目你们给多少报酬？我们拍摄地点在江城电视台，来回车费我们会给您报销。您参加一次节目的话，可以拿到5万报酬。您可以问问业内，这个报酬是真不低了。麻烦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我明天给你答复。好。谁打来的电话？我好像听见什么节目组一类的。一个综艺节目组的，好像叫什么星光大赏，说要邀请我参加他们节目，给那些明星们把脉诊断。星光大赏这档综艺好像还蛮火，这是好事啊，我觉得你可以去，还可以圈一波粉。我确实挺心动的，但是考虑到还要请假去那么远的地方，感觉有点太麻烦了。我觉得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既能涨粉丝，还能宣传中医，一举两得。第二天，陆景向中医科室的高主任递交了请假条。陆医生，你要去录制节目的，因为往返的路程大概需要2天，录制节目需要1天，所以请3天假。你要请假的话，我这边是同意了，还要医务部张主任同意了，才能正式批准。我现在就报上去，有消息我通知你。好的，那就多谢高主任了。没事。高成直接将假条上报，交到医务部张主任手里。这不是病假，也不是正经的事假，这个假条我不能给批。张主任，按常理来讲，只要有人能顶他的岗，给2-3天假期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吧？现在医院大家都很忙，找谁去顶岗？其次，你们中医科室倒是一点都不忙，但是会诊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是流感高发期，这么滑稽的理由给了他假期，其他人有样学样怎么办？话说到这份上，高成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他只能将这个消息告诉陆景。陆景请假没批下来，心事重重的样子。秦秋水来办公室刚好看到。陆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心情不大好？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吗？我本来想请假，结果假条没批下来，我在纠结去还是不去，要不要找张主任说说？怎么会不给假期？你这明明就是正当理由啊！这件事情别担心，我去帮你问一问。不用，算了吧，跑来跑去的也比较麻烦，去不去吧？秦院长突然来了办公室。秦院长，您怎么来了？我来找小陆医生说点事儿。小陆医生，我听说好像有一个节目组邀请你去当嘉宾。对，院长，不过我正打算回绝，这段时间病患比较多，同事们都比较忙，我决定还是不去了。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医院的事你真不用操心。如果以医生的身份去参加电视节目的话，可比坐诊3天做的贡献强太多了。一来对你直播事业有帮助，二来还可以宣传咱们医院。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医院以出差的名义派你去，费用医院全报销。好的，院长您就放心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绝对好好的宣扬咱们的医院，提高咱们医院的知名度。不错不错。次日，陆景搭乘了3个小时从安城到达江城。陆景心情相当好，直接打车到了电视台节目组。您就是陆医生吧？请跟我来，我给您做一下造型。做完造型之后，您可以直接在休息室里面等着上场。王姐，麻烦帮这位嘉宾化一下妆。这位老师坐这来，我给您化妆。陆景坐下来，化妆师手法利落的开始给陆景上妆。化妆师都去哪儿了？赶紧给我做造型，节目快要开始了，赶不及了怎么办？稍等，我给陆医生化完妆之后，立马给您化妆。这人是谁？应该不是嘉宾吧？那不应该先给我化妆？喂，我问你话呢，哑巴了？凡事讲究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吧？我看是你不懂规矩，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前辈？连招呼都不跟我打，活该你一辈子是胡咖。我是胡咖，那看来你是什么很有名的人了。你居然没听说过我？眼瞎啊你！我可是有200多万粉丝，居然连我林周晨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信不信我让导演把你从节目组踢出去？这是怎么了？怎么听着好像是吵起来了？明秋姐，你来了。刚刚是怎么了？没什么，
就是有个新人不太懂事儿，惹我不高兴了，我说他2句。什么新人？赵明秋朝着陆景看去，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陆医生，没想到你已经到节目组了。赵明秋，很高兴见到你。太好了，没想到小陆医生你真人比直播的时候还要帅，咱们今天也算是粉丝和偶像的会面了。明秋姐，你怎么会跟这么个小胡咖认识？谁告诉你他是胡咖？他可是相当厉害的中医，也是这一期节目的飞行嘉宾。陆医生，原来是陆医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这次的飞行嘉宾。没事，我已经做好妆造了，你坐吧。随后陆景和赵明秋有说有笑的离开了化妆室。王姐，你知道那个陆医生的来历吗？我记得节目组是不是说要请2位医生？这个陆医生是哪个医院的医生？这么年轻？听说好像是个网红中医，估计节目组是看中他的流量，所以才请他过来。本职是个小医院的医生，好像没什么资历。哼，上节目了才收拾他。演播现场，很快节目就开始了。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综艺节目《星光大赏》。我们节目组邀请了影视界和娱乐圈相当受欢迎的几位老师，接下来有请他们上台。第一位来到现场的是德艺双馨的老演员吴秀波老师，第2位是受到各位影视剧粉丝喜爱的赵明秋赵老师。主持人在持续介绍，明星们持续上台，分别是喜剧演员沈腾和马丽，女团成员张萌萌，流量小生林周晨。几个演员和明星到达节目组现场之后，我们星光大赏这一期的主题是养生和健康，各位老师可以详细聊一下，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养生的？导播把镜头切给了嘉宾。平时要说养生嘛，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心得，不过我听说过一个想法，如果你想吃什么的话，那代表你的身体缺少了什么东西，不要抑制自己的食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赵老师说的相当有道理，我听说赵老师的厨艺特别棒，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品尝一番。谁说我做的饭好吃？恐怕你是没有机会尝我做的饭，不然的话能把你直接送走。下一个环节，我们节目组邀请来了2位医生，请2位医生嘉宾来给各位诊脉。这2位医生分别是江城三甲医院主任严承松严老医生，还有相当受广大网友欢迎的陆景陆医生。现在有请他们2位到现场。三甲医院主任严承松先上场，随后是陆景。看来各位观众对2位中医都很感兴趣，2位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吗？我是严承松，从事中医这一门行业40多年，对中医理论还算了解，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我从小就对长着胡子的医生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小时候打针打怕了。别看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看到严医生之后，仿佛又让我体验到了童年阴影。沈腾又把话茬递给了陆景。看到这位医生就不一样了，这一位帅哥总能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候意气风发的样子，跟我是一样的帅。要是不说他是医生，我还以为他是我的校草师弟呢。谢谢沈腾老师夸我帅，我是陆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平时看沈腾老师的喜剧看的挺多的，希望节目结束之后，沈腾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可以，还请小陆医生手下留情。那赵老师和林老师对中医的印象如何？我对中医的印象就是相当厉害，简直就是牛皮克拉斯。我对中医的印象是伪科学，是迷信，骗子很多。林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中医给您留下过什么不好的印象吗？并不算是，我是在国外长大，印象中中医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中虽然可能杂糅了一部分心理学和哲学的东西，但总体不像是现代医学。至于看病方面，从小就有我的家庭医生，所以我算不上特别了解，只是有个刻板印象。看来娱乐圈要是闯得不成功的话，贵公子还得回去继承家业是吧？我认为一个有素养的人面对不了解事物的时候，首先应该对这件事物保持客观的态度去学习，而不是随意妄言。我知道自己的认知有局限性，肯定有很多厉害的中医，但是我听说比较厉害的中医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医生，像你这样的，我真没看出来哪点够资格能参加这节目。难道是哪个技校毕业的？不知道为什么节目组会邀请你。在下不才，普通院校本科毕业，有幸在安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就业，成为一名中医。至于我能够受到节目组的邀请，当然是因为我中医医术好，只是长得帅可不行。中医不像娱乐圈，最看重的是医术，如果只靠一张脸，可是一天都混不下去。陆医生好帅，果然年轻人就是意气风发。哎，怀念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医术恕我直言，我不相信你的医术。主持人连忙打圆场。我们今天请中医来，就是为了打破大家的偏见。林老师既然不信陆老师，那正好可以让陆老师帮你把脉，看看把得准不准，说不准大家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此成了好朋友呢。我很期待能够给林老师把脉。林老师，你不会怕了吧？谁怕谁？我告诉你，我可是有专业的家庭医生，每个月都会做身体检查。如果你说的跟我的身体报告不相符的话，我想请你离开节目现场。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我看得准的话，还请你离赵明秋远一点，深土一点，尊重你是医院，不要总想着蹭别人热度。你先把脉再说。
他俩推到后面的椅子上，陆景将手搭在林周晨的手腕上。少行房事，你肾有点虚。你是口喷人，我从来都没有谈过女朋友，怎么可能会行房事？肾虚，你绝对是在污蔑我。你可以跟我周边的人打听打听，我从来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我在这里发誓，如果我有过女朋友，出门被车撞，我相信你发的誓，应该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我也没说你有女朋友啊。现场所有人都愣了。我还没说完你的病症，不要这么激动。你的身体肾虚不是最主要的，我更想说的是，你的肛门比较松弛。虽然你的痔疮弥补了这一部分，但是不要让痔疮总受到搓磨，不然日后可能会脱肛。现场所有人都沸腾了。你个马全是骗人把戏。我说的是事实。另外，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切除痔疮，不然会漏。导演，我要求立马停播。陆景这是对我名誉的侵犯，我要起诉他。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痔疮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病。不瞒大家说，我也有痔疮，不知道陆医生有没有治疗痔疮的方法，跟我们分享一下。来，不要太激动，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就在这时，吴修波突然浑身颤抖，翻了白眼，地上，现场的人都围了上来。大家都先闪开，不要围着晕倒的病患。赶紧打120。急救？谁会急救？他这是怎么了？看他的情况，像是突发惊厥。他把了把吴修波的脉搏，这像是药物成瘾造成的戒断反应，快叫救护车！等救护车来恐怕来不及，我们2个先施救。没有急救设备和医疗设备恐怕很难，只能做最基础的急救。那您先靠一下，我来。要不然还是我来吧。病人没时间再拖了，我有信心治好他。陆景迅速一顿施针。你这针法不错，就连老夫都不一定能急啊。出风头也得有限度吧？明明可以让严老医生来治疗，为什么非得让陆景治疗？万一陆景治坏了，难道他能负责吗？扎针简直就是对病人的折磨。麻烦闭嘴，保持安静。没过一会儿，吴修波便坐了起来。我这是怎么了？你刚刚突然间晕厥并且抽搐，刚刚我把脉，你是不是一直失眠，所以依赖安眠药物？安眠药有不少副作用，你最近戒药是不是心情烦躁？确实，这几年压力非常重，经常失眠，所以吃安眠药。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有问题，医生建议不要再吃安眠药，所以我一直都在戒药。这就对了，你药物戒断反应来得太突然，所以才会造成惊厥抽搐。另外，你是肝气郁结，魂不守肝，所以才会失眠多梦。如果想要彻底的治好失眠的话，还是得喝中药调理。为了防止再一次戒断反应，可以服用安慰剂类的药物，缓解身体状况变化太快导致惊厥。陆医生，实在是太感谢你了，我确实没有用中药调理过失眠，如果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开一些中药，到时候我让助理抓药。星光大赏节目结束当天下午，有不少记者围追堵截林周晨。中医陆景说你肾虚，房事过度，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你说你从来都没有谈过女朋友，是不是因为你喜欢男的？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当时入圈是因为有个喜欢的女演员，请问你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无可奉告。该死的，现在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我要让陆景付出代价。你先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我已经让人去公关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别给记者们留下把柄。来到节目组大厅，陆景打开直播，他发现粉丝飙升到100多万。陆景看着粉丝疑问：首先，我不知道星光大赏有没有剧本，但是我参与的环节并没有剧本。其次，我并没有针对某些人的意思，在节目当中也是实话实说。答应参加这一档综艺节目，也是为了宣传我工作的医院，并不考虑在娱乐圈发展。不过，林周晨那边的情况比较麻烦，简直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这一件事情公关也很难解决，只能暂时冷处理，让那群水军和粉丝们安分一点，不要再搞事情了。真要是再往大里闹，对你没好处。张哥，你什么意思？要是冷处理，我的一切就都完了。公司是不是决定雪藏我？为什么不能起诉陆景？你以为发律师函那么简单吗？如果真的发律师函，那就需要你自证，无论你怎么回应，都会显得你心虚。最主要的是，林周晨确实跟高层有密切的联系，事情闹大可不只牵扯到林周晨一个人。难道就放任陆景这么污蔑我？现在事情并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陆景虽然说你房事过度，但并没有指明你是滥交，也没有说你是有女朋友还是男朋友，一切都处于模糊地带。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做文章。想要继续吃粉丝流量，就得把你纯情大男孩的人设锤死。这样吧，我这边联系一下陆景，跟他达成协议，不再往外多说，之后再给你接几个飞机杯的广告。这样一来，你纯情大男孩的人设不就继续立住了？只要稳住女粉丝，你的名气依然能够变现。接这种广告，那我和那群屌丝有什么区别？你就知足吧，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到时候我给你接个高端品牌的，也算不上拉低你的格调。好，但是这个陆景，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先尽快让这件事情的热度降下来，不要触那个陆景的眉头。等事情平息下来，随你怎么报复他。
就是一个素人，等事情过去之后，能翻出什么浪花？呵，陆景，走着瞧。随后经纪人便给陆景打去电话。陆先生，我对林周晨之前的冒犯向你说非常抱歉，请你不要介意。没事，你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之前您在综艺节目上的话引发的争议很大，所以我想找您聊聊。毕竟艺人这碗饭不太好吃，如果有记者找您或者采访您，还请嘴下留情，毕竟做人留一线嘛。当然，只要你们不在我眼前晃悠，不惹我，我何必给你找麻烦？综艺节目我的发言只不过是对事不对人。好，那再好不过。我手底下的艺人脾气比较暴，我会尽量劝说他，不要让他给你找麻烦。也希望陆医生能够说话算话。我希望我的日常生活不会被你们打扰。就这样，陆景回到江城，刚回到看诊室，高成就急匆匆跑进来。高主任，有什么急事吗？院里接收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病人，病人情况非常危急，院长让科室的骨干专家去开会，确定治疗方案。郑医生，跟我一起去。这么着急，我马上过去。高主任，病人什么情况？渐冻症加白血病。陆医生，你也跟我一起去会诊。好，也许我能帮上忙。根针居然能扎晕一个人，这个医生用飞针阻止神经病捶他妈妈。他将手搭在陈年年的手腕上。你这是营养不良导致的月经不调，得喝几副药。不过你得给家长打电话才能把药给你。不，我是离家出走，不能给我爸妈打电话。你居然是离家出走？你父母电话多少？让他们来接你。那我不看病了。不看病，你现在也不能走。你不让我走，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行，我不限制你的自由。不过你要是不给你父母打电话，我现在就报警。算了，我打电话还不行吗？陆景拿到号码后，就联系了他的父母。他父母表示感激。这口红颜色不是挺时尚的吗？暗紫色的挺好看。时尚嘛，还好吧。刚刚进门的时候，看见有个老太太跟我口红的颜色一样。陆景突然想到什么，你等我一下，我立马回来。陆景冲出办公室门，随后抱着一个老太太冲进办公室，放到医疗诊断床上。郑维明紧张地跟了过来。这老太太是怎么了？初步判断是呼吸衰竭导致的休克。陆景立马开始给她做心肺复苏。郑医生，病人应该有心脏病史，恐怕得找急救药。我立马去找速效救心丸。不多时，郑维明拿着救心丸给老太太喂下。老太太恢复意识之后，慢慢坐起来。您怎么是一个人来看病的？家里人没跟着一起来吗？您知道您有心脏病史吗？我不知道啊，刚刚就是感觉心脏有点疼，喘不上气，然后人就不清醒了。我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就想着说来看看，拿点药吃。你刚刚差点心肌梗塞，这种病只拿药不行，打个电话让孩子来吧，有些事情也需要跟他们交代。等了半个多小时左右，两个中年男人走进办公室。妈，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也不叫我一声？我也不知道病情这么严重啊，就是有点小不舒服。你就是给我妈看病的那个医生，我妈的情况怎么样？你母亲刚刚心肌梗塞，差点没了。谢谢你啊，医生，多少钱？我付钱。男人突然脸色大变，破口大骂：你个老东西，怎么现在还不死？别想从我手里拿钱！男人就像精神病一样，看样子很难受。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发疯了？跟他一起的那个朋友想要拉住男人。别他妈多管闲事，再多管闲事，下一个弄死你！文亮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吓我啊！你个老东西，就知道拖累我，居然还有脸说是我吗？我弄死你！陆景看情况不对，一记飞针扎葛文亮眉心穴位上，葛文亮顺势倒下。我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平时不这样，最孝顺了。真他妈的邪门了！亮子平时可孝顺阿姨了，是不是中邪了？老太太，你儿子有没有精神病？或者你家族有没有精神病史？没有啊，我儿子没有精神病，他爹往上数3代都没有。这不会是撞邪了吧？陆景走过去把了一下脉，然后放下手。我看像是中邪了。医生，你的意思是找个大师看看？不用，我说的中邪是干扰的身体磁场和神经，只需针灸就能治好。葛文亮被送到治疗室，陆景慢慢开始施针。郑维明看到这个穴位之后，非常震惊。水沟穴，这是鬼门13针第1针，你确定他这是中邪的情况吗？刚刚把完脉，我观察到他的头顶处有一块凸起并且跳动，是邪气入体的表现。医生，我儿子他没事吧？这看着都没反应了。且等等，这套针法一共有13针，这才到第2针，老太太先别着急。扎完第3针之后，他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喘不上气？陆景继续施针到第7针，多管闲事。陆景看有了反应，继续扎下第8针之后，这鬼门13针，最多13针，下针次数越多越严重，这都第8针了，你确定还要继续？可以试一下，都有反应了。陆景坚持扎下第9针，葛文亮瞬间就清醒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躺在床上？我记得不是我妈有病吗？亮啊，你可算是醒过来了。你刚刚抽风，多亏这个小医生把你救了过来。
谢谢你啊，医生，我用不用去寺庙拜拜？不要封建迷信，平时多晒晒太阳。你这是邪风入体，这段时间磁场不好，多晒太阳就行。行，医生，谢谢你啊。说完，带着老太太缴费拿药去了。你是厉害的，胆子太大了。刚刚我看你到第8针的时候都还没救过来，我是真怕出意外。这鬼门13针我是第一次用，不过还好有惊无险。对了，这个小姑娘离家出走，家里离这儿得有200多公里，估计父母得1-2个小时才能到。午饭就带她食堂解决吧。秦秋水此时进来找陆景和郑维民一起吃饭。陆医生、郑医生一起去食堂吃饭。正好，咱们一起去。陆医生，这是你妹妹？不是，来看病的小姑娘，父母不在身边，带着她去吃顿饭，下午她爸妈就来接她了。原来是这样，吃完饭让她先到我的值班室去休息一会。行，那再好不过了。几人便去了食堂。吃完饭后，几天没见到你，我还挺想你的。对了，星光大赏直播节目我都看了，你之后还会参加吗？参加了那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意思，感觉方向不对，不去了。也好，娱乐圈确实鱼龙混杂的，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瓜。秦秋水还想要跟他聊些什么，差点忘了会议，下午有个表彰大会，咱们赶紧去会议室。里有个男病人，刚到医院就抱着男医生亲。陆景和秦秋水到会议室以后，这次会议算得上是庆功会，我院能将渐冻症加白血病重症患者救回来，不仅抢救成功，而且术后恢复相当良好，甚至在陆景医生治疗下，渐冻症情况都有所好转。大家为陆医生热烈鼓掌。秦院长爬了开始，让大家安静下来。陆医生的努力，大家确实有目共睹。参与本次治疗的所有人都会加200元奖金。此外，陆医生经医院高层商讨，决定任命他为中医科室的副主任。陆医生，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陆景走上台，感谢各位同僚，我会继续努力，帮助更多的病人远离病痛。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急诊科、肿瘤科，陆景留下，其他人散会。众人散去后，陆医生，我有一个重任交给你。院长，您说有什么事？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要中西医结合发展。这样，周1、3、5坐诊中医，周2、周4去急诊科和肿瘤科客串一下，提高其他科室看病效率。这样再好不过，而且正好空出2天，急诊科和肿瘤科1周各1天。陆医生，你觉得这种分配方法行不行？可以，不过院长，在其他科室我能继续直播吗？可以，只要不耽误工作。做好决定之后，张主任和刘主任就离开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交代吗？小陆，不用那么拘谨，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事情是私事。院长，有啥好事？我看你最近跟秋水好像相处的还不错，我挺看好你的。秋水比较喜欢中医，你中医方面造诣很深，就麻烦你多照顾她，多带带她了。院长，你放心，肯定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客串急诊和肿瘤科吗？莫非是为了培养我？是，但不仅仅是。2个月后有个重症交流会，主要针对癌症患者，我想要派你去参加交流会。没错，就是你，目前医院能给你提供的最高平台。加油啊，年轻人！秦院长，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好。回到办公室之后，郑维民意味深长地看着陆景。怎么样？我说要给你涨工资吧，还得恭喜陆副主任了。老郑，你这么叫不是折伤我吗？你可比我资历老多了。话不是那么讲，你的路可比我的路走得长得多。老郑，这会没病人，我跟粉丝连个麦。这能有什么事儿？一会儿病人来了，我看着。好，谢了。陆景打开直播间。各位粉丝，我决定随机抽出1名幸运观众，赛博看病，我直接选第12个连麦的粉丝，就看运气了。陆景扫了一眼，幸运观众是快乐美羊羊。哇，我这也太好了吧！陆医生，我是你的铁杆粉丝，真是太幸运了。谢谢你的关注。你身体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倒是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偶尔有点神经衰弱，喜欢熬夜追剧，所以黑眼圈比较重。确实，但是我看你的脸色，除了神经衰弱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症状。你把嘴张开，我看一下你的舌头。杨雪曼露了一下舌头。陆医生，我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从你的舌苔来看，有点肾精不足的表现。目前你的头发应该脱发比较严重。陆医生，你真厉害！我现在戴的是假发，我的头发是一夜之间掉光的。我听宿舍的人说，这叫鬼剃头。我去医院看了，医生是不是说大概率是斑秃？对呀，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是斑秃，确实很难治好，要看身体状况。果然没办法治吗？看来我只能去植发了。植发对你并不管用，你这种情况并不是斑秃，而是拔毛症。拔毛症？你是说我自己拔的我头发？拔毛症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是焦虑症的延伸，忍不住想要拔自己身上的体毛。你的情况就是在睡着的时候，类似梦游拔的毛。你掉头发的第2天一早，是不是感觉头皮特别疼？
那天我的头皮确实特别疼，那怎么办？为了保护剩下的头发，建议你晚上睡觉戴个头盔。开玩笑的，我给你开个药方，你截个图，只要焦虑症好了，头发大概率会长出来。陆景写好药方，放镜头前。陆医生，实在是太谢谢你了。第二天星期二一早，陆景刚到，就看到王子文正在抢救。什么情况？心肌梗塞，第2次抢救了。没过2分钟，王子文准备放弃了。让我来试一下。陆景拿出药丸，塞进病人的嘴里。这是什么药？我们不能随便用药。现在情况危急，顾不上那么多了。这是我研发的保心丸，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来负责。短短30秒的时间，病人一下就缓过来了。兄弟，不，姨父，请务必教我。孩儿，我给你录的这一手怎么样？娟，下来一定要教我。好。很快到了下午，王子文一边推举着壮汉，一边朝着周围喊：“快让精神科的医生来！不知道哪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尽管王子文很用力了，这壮汉还是亲了上去。陆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陆医生，你不帮我，居然还笑我！等等，我现在立马就帮你。小哥哥，亲亲嘛！壮汉突然转身看向陆景。死鬼，你没有那个小哥哥帅，不要阻挡我去追寻幸福。说完又朝着陆景扑了过来。兄弟，别反抗，就当享受吧。陆景眼疾手快，摸出金针就是一记飞针，壮汉应声倒地。医生，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麻烦赶紧给我个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发疯，以前也没有精神病史，突然发疯，他的发疯症状就是化身为接吻狂魔，见人就亲嘛。确实是，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医院，我们全都被他经过了。陆景把了一下脉，脉象确实有点问题，像是被什么精神类的毒素给影响了。你们今天吃饭有没有吃野菌一类的东西？野菌？病人弟弟愣了一下。医生，怎么你头上长蘑菇了，而且还5颜6色的？哇，蘑菇会动，这货估计也是一样。医生别动，这个蘑菇好大哦，一看就是好吃的见手青。二位是不是也吃野菌了？没有，他们2个中午是出去野炊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吃了什么东西。这2兄弟应该都是蘑菇中毒，现在立马送去观察室，以免有更严重的症状。有2个蘑菇中毒的患者，给他们做一下血检，看是哪种菌类毒素。一个女医生跑了过来，给患者做了血检，很快就得到治疗了。又过了几周，陆景很快熟悉了3个科室。今天周4，陆景正常来到肿瘤科，一个7、8岁的光头小男孩看到他之后，陆医生，我好想你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啊？小亮，最近感觉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听护图姐姐的话？我特别听护图姐姐的话，陆哥哥，我感觉比上次你来好多了，都没有那么疼了。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妈妈说下次能出院带我去游乐场玩。小亮已经确诊癌症2年了，2年的化疗，这孩子吃了不少的苦，可以说是医院的常客。